在我实名举报岳父的那天，我怀孕的老婆却毅然决然跳下高楼，我也毫不犹豫跟随她而去。只因前世我的老丈人是本地最大的黑恶势力头目，而我遗传父母正义感，答应做了警方内应。这些年我一步步取得沈南信任，成为他的女婿，并接手了沈家的生意。在今天终于找出他的犯罪证据，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却也因此害得莫离家破人亡。我爸昨日行刑，我妈妈在家中烧炭自尽，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小黎，你先下来，你下来啊！我爸的确不算什么好人，但他也绝非十恶不赦。我可以用我的命去做担保，他从没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他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的。在知道是你背叛了他们后，也没有下达对你的追杀令。对不起，小黎，是我对不起你。我们复婚，我们像以前一样，好吗？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不，回不去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能相濡以沫，白头到老，但这终究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如果有来世，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世界了。不要啊！你怎么？你不是很讨厌我吗？我怎么会讨厌你呢？一切因我开始，也因我结束。不管是生意或者死，我都永远陪着你。莫离，如果有来世，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你。再次睁开眼的沈川发现自己在一家酒吧里，风格装潢都让他感到无比熟悉。他看向墙上时钟，现在指向2005年。难道我重生到了10年前？10年前的今天，沈川答应了当内应，将北城帮从内部瓦解。而他今天来这里，是去未来老丈人家开的酒吧找机会打入对方内部的。不好，就在今天，莫离被人在酒吧里绑架。虽然后来他得救，但吃了不少苦。小黎，上一世我为了任务辜负了你的爱，既然上天能让我重生，那我就会倾尽一生保护你，直到我们的孩子安然出生。这一年，他22岁，莫离20，时光正好。这一年，岳父的野心还没有膨胀到无法控制，他没有卷入漩涡，还是一个讲道义重情义的大哥，一切都还来得及。住手，把人放下！哇哦，被人发现了，我们快走！就在沈川正在焦急时，恰好几个黄毛骑着机车停到了路边，他冲上前去，一脚把一个黄毛踹飞，发动机车，轰大油门追了过去。我车被抢了，老子是飞车党，居然有人敢抢我的车！你他娘的愣着干什么？给我追啊！给我停车！装死这小子！敢绑架我老婆，不想活了！沈川把沈离拖出来，颤抖着手打开麻袋，发现莫离除了额头上受了点轻伤之外，没什么大碍，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你是谁？你想干什么？我叫沈川，我刚才在酒吧里看到你被人绑架，所以就赶过来救你。你没事吧？你不用害怕，这些人都被我制服了。我先送你回去吧。虽然岳父是混社会的，但岳母出自书香门第，莫离继承了岳母的温柔贤淑。此时看着他受惊的模样，沈川不由得有些心疼。我没事，谢谢你。怎么了？你受伤了？我帮你包扎一下。莫离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这个为他认真包扎的男人，他觉得这男人认真又温柔的样子很帅。你叫沈川，我叫莫离，谢谢你救了我。你留个电话吧，我改天请你吃饭，好好谢谢你。好，回去后上医院消毒，包扎，不要吃辣的，不要喝酒，最重要的是不要碰水，记住了吗？记住了。那你告诉我要注意些什么？相处10年的人我还不了解，刚才那花痴相肯定是只顾着看帅哥了。不过10年前的自己是挺帅的。要早睡早起，少吃甜食。好了，你手机号留给我，回头我给你发短信告诉你。我们现在先去医院给你检查一下身体。那小崽子就在前面，给我围住他！娘的，飙车飙这么快，你以为开飞机呢？啊，怎么不跑了？能耐的你！不好意思，朋友，刚才我朋友有危险，所以就向你借了辆车。要不这样，我请兄弟们喝酒赔罪。你给老子闭嘴！你一脚把我踹下车，你管这叫贱？况且6盘港车神的车你也敢抢？知道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这是我的战马，我的铠甲。飞哥，别跟这小子废话了，今天不打断他2条腿，以后谁还会把我们飞车党放到眼里？小子，你抢我车，我打断你腿，这公平吧？不至于，兄弟真不至于。对方人多势众，他身后还有个莫离，怕等会打起来会波及到他。不至于，今天不断你2条腿，我这张脸根本没法在村里混了。兄弟们，撕这家伙2条腿！住手！我爸马上就到了，你们不要乱来。我告诉你，你敢动我们，我爸不会放过你的。哟，你爸谁啊？这么大能耐啊？你知道飞哥跟谁混吗？莫老大，知道莫老大是谁吗？城南大哥莫南。啊，你们认识我爸啊？我爸就是莫南。你们笑什么？他真的是我爸。哈哈，莫南是你爸？他还是我岳父呢。尼玛，他是我岳父好不好？别乱认我的老丈人。行了，胡子别跟他们废话了，把这小子腿打断，不然以后没人怕我们飞车党了。按住他，
小子，我警告你别反抗，因为你越反抗，我就越兴奋。谷子搓着手，带着不正常的淫笑打量着他，让沈川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孙子性取向绝对不正常啊！不能让他碰到自己，我要为自己的老婆守身如玉。要是被他摸一下，自己就脏了。沈川握紧球棍，正要大干一场的时候，只见公路上10余辆车呼啸而来。飞哥，你快看，最前面的那辆车是锦城会的吗？车牌5个8，是莫老大的车。真是莫老大，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他所谓的飞车党，其实就是街边的鬼火少年，平时机车改的炫酷，天天炸街，实际上加油钱都是凑的。像沈南这样的人物，他根本都没有机会见。莫老大，我是阿飞，是阿彪的小弟。在一群黑衣人的拥簇下，一个40多岁的男人神色严肃，迈着六亲不认的步子走过来。阿飞怀着激动的心情，想上前搭话，却被黑衣人拦下，同声归来。为了救下被绑架的老婆，我情急之下抢了一辆车，却遭到飞车党的围堵，扬言要打断我一条腿，却在我岳父到来时，一个个缩起头当鹌鹑。只因我的岳父乃是社会大哥，跺一跺脚，道上都要抖3抖的人物。爸，没事吧？没事就好。这件事情跟城北的于老九脱不了干系，敢动我莫南的女儿，我让他吃不完兜着走。爸，这是沈川，是他救了我。莫老板好。上一世的莫南就算知道了沈川背叛了他，也没有下达对他的追杀令，反而还阻止了其他人对沈川的报复。所以沈川此时面对他，心情也有些复杂。是你救了李李，好小子，不错。现在干什么的？莫老板，我家没什么人了，在省城亲戚那读了个技校，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老大，找到了3个人，应该是绑匪，一个司机已经死了，另外2个重伤。这位神色冷酷，正在汇报情况的人叫青蛇，是莫南最忠心的手下。这都是你干的？是，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着救人。好小子，下手够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锦城会？有钱赚就加。当然有钱赚，只要你能吃苦，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那我加入。想加入得看你表现。青蛇，带他几天，我看好你。谢谢莫老板，这一世我一定要把岳父引到正轨上去。05年正值电子商务兴起，经济飞速发展，物流、地产、金融简直就是遍地黄金。混帮派有什么前途？只要取得老丈人信任，引导锦城社向好的方向发展，培养出一个大企业家、慈善家，提供成千上万就业岗位，不好吗？大哥，巴西那批冻货到了，安排人去接货，动作快点。这几天海关查得严。沈川忽然想起，上一世的时候，莫南运送的这一批冷冻牛肉被查获，起码损失了上千万，还让城北的于老九钻了空子，因此失去了城南港口的控制权。更因为这个，社团资金周转不动，资金链险些断裂。莫老板，这批货还是不要靠近港口的好。为什么？最近天海正在开展打击走私犯专项活动，查得挺严。您的南城港口是重点关照对象，指不定现在巡捕那边的人已经而控了港口，就等船靠岸了。小朋友，城南港口是老大承包的，边上全是自己的人，海关一有动静，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况且船都快靠岸了，货在船上多1天，就多承担1天的成本，这笔账你算过吗？但如果这批货被海关查了，1. 损失货物金钱；2. 必须得有人出去顶包；3. 社团资金周转会出问题；4. 城北于九会趁虚而入，拿下南港控制权。这一系列的损失是多少？你算过吗？小子，你就这么确定港口被人盯上了？莫老板不妨打个电话问一下港口负责人。爸，打个电话，耽搁不了多少时间的，万一真有什么事，损失会更大的。思索再三，莫南还是拿起手机。老三，今晚起风了吗？今晚风浪大。电话对方的回复让沈南神色微微一变。老三是他信得过的人，两人也有暗号，他这么回复，肯定是被人控制了，身不由己。小蛇，让船别靠岸了，停在港口以西的地方，多派些小船去接货。老大，真出事了吗？明天到城南尊爵会找我，以后你就是自己人了。谢谢莫老板，以后叫大哥。大哥，我是你女婿啊，这样叫合适吗？哈哈，小子不错啊。喂，大哥，给我送回市里啊！这是哪？沈川哭笑不得，这荒山野岭的，距离市区得几10公里吧？他走回去，扭头瞄见了飞哥和他的一帮小弟。这车我恐怕还得借一次。借，必须借。川哥你喜欢我就送你1辆，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大哥，叫川哥。川哥好。你这样，我怪不习惯呢。川哥你可是沈老大看中的人，以后我们这帮人全靠你提携了。你们会什么手艺吗？这群精神小伙都是无业青年，一心想混社会，与其让他们天天炸街扰民不务正业，倒不如带他们步入正途，让他们这帮人知途弥返。我技校毕业，学的汽修，那就自己开家汽修厂单干啊！别一天到晚只想着混社会，做点正事，少让你们爹妈操点心。我行吗？怎么不行？去吧，有事我罩你。到。次日，尊爵会商务会所，这是莫南经营的一家娱乐场所。平时锦城会有什么重要的事项，都在这里商量。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沈川，
我新收的小弟。大哥，这小子靠谱吗？这个人叫柴武，算是锦城的二当家。沈川当然记得这货，上一世就是这家伙接触的白面生意，借着锦城会打开天海的市场。上一世就是这家伙的影响，岳父才彻底的一条道走到黑。这一世得想办法弄倒他。我闺女就是他救的，昨晚海关的事也是他提醒的，绝对靠谱。来，坐我这来。各位，以后请多指教。好了，言归正传，最近查的严，先将冻品暂停了，但这么多人吃饭，港口和船都不能闲着，我们得想个办法解决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大哥，为什么要私下走货呢？我们注册公司做正当生意不行吗？注册公司那不得交税吗？你让我们当正经生意人，传出去不让人嘲笑吗？那就缴，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注册公司正常简易走流程，生意做的是口碑，口碑做起来了，生意自然就好了。况且国家的法制进一步完善，几年前大家收保护费、抢地盘，现在已经行不通了。社会在进步，在走向文明，所以社团想做大做强，首先第一要素就是跟着时代的脚步走。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沈川说的这伙大老粗一愣一愣，就连莫南也不得不深思沈川的话确实有道理。也行，是这么个理。我决定了，去注册公司，就叫锦城集团。小辉，这件事交给你，明天就去准备材料。好的，大哥。不是，我们是帮派啊，真干上正经生意啊。柴武，沈川说的也对，时代在进步。柴武不再说话，只是深深看了沈川一眼，记住这小子了。大哥，还有件事，城北的老周弄了金融公司，故意跟我们对着干。我们家的公司的利息2分2，他们就2分，我们2分，他们就1分8，而且不守规矩，越界来我们城南推广业务。有这种事，叫上兄弟们把他们那破公司砸了。于九这崽子，我闺女被绑架，这事跟他脱不了干系。大哥，我现在就召集人手，马上就去。等一下，南哥，你又搞什么幺蛾子？原本沈川提出的注册公司就已经跟锦城会的经营理念相悖，现在又出来阻止了他们收拾对家，就连莫南也隐隐有些不满。为了弥补前世遗憾，不让未来岳父走上歪路，在我加入他们的第一天注册了公司，准备开始做正经生意。而在此之前，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先断掉对手公司的不义财路。大哥，没必要与他们硬碰硬，真这么百十号人动手，打输了住院，打赢了拘留，而且兄弟们受伤了不要花钱，得不偿失。那难道任由于就骑我们脑袋上拉屎？你怎么净跟我们唱反调？你到底是哪边的人？对啊，于老九欺人太甚，况且不动手，你有别的办法解决吗？他不贷款利息比我们低吗？他1分8，我们就贷过来，然后2分2贷出去，他有多少，我们贷多少。我们这边几百号兄弟相互担保，每人都贷一批，我看他的资金链能撑多久。说的简单，贷款了不用去还。还，我凭本事贷的款，为什么要还？他这种不受法律保护，让他去起诉，他要找人来闹事，我们锦城怕他。沈川一番话说的他们醍醐灌顶。对啊，劳资凭本事贷的钱，为什么要还？莫南看郑川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他简直是捡到活宝了。你小子心思真活络，我喜欢。哈哈哈！通知一下各自的兄弟，去于九那贷款公司借款，相互担保，能贷多少贷多少，公司收60%，剩下的是自己的，出了事公司兜底。老黑，你带着梅氏兄弟过来一趟，带上证件，有钱捡，快点！家里有亲戚愿意吃一票的也叫来，有钱大家一起赚嘛。动作要快，于老九不是傻子，很快就会反应过来，我们能弄多少就弄多少。大哥，于九生性多疑，想要让他痛快把钱贷出来，得有个中间人出面让他安心。中间人？谁做这个中间人呢？我的手下于老九几乎都认识。当然是我，我还没有露过面，由我来做再合适不过了。那好，就看你的了，做得好，社团不，公司给你记一大功。总算是迈出第一步了，注册了正规公司，接下来就要疯狂给老丈人洗脑，给他灌输正确价值观。车哥，咦，阿飞，你车呢？卖了，头发也剪了，准备听你的话干汽修，但被我爸妈骂了一顿。我以前让他们失望太多次了，所以他们不信任我了。没事，你用实际行动证明你是认真的，他们会原谅你的。可是我缺启动资金，设备和租场地以及设备资金需要一大笔钱。我的兄弟们卖了车，东拼西凑，现在还差10万。10万啊，小事，叫上你的兄弟带上证件，我带你们去白取。有好心老板给我们发钱，这钱不用还，免费送钱。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好心人？是啊，那老板心真善。走，姐夫，我们的富贵信贷业务量一直上不去，我已经降低利息，甚至跑到城南那边去推广业务，但效果不明显。现在账上趴着2000多万呢。你去学校里看看，现在有些大学生爱攀比又虚荣，缺钱着呢。可是这些学生没有能力还啊，到时候又是一笔烂账。没能力还，我们的会所是干什么的？到时候让他们去出台还债不就行了？对啊，还得是姐夫你，这些大学生年轻，到时候肯定能吸引很多客人。杠，真的太高了，姐夫。做生意嘛，思维要活络，这样才能赚大钱。于总，
外面有人见面说要给你谈笔生意。谈什么生意？说是手握一批优质客户，能长期稳定的和我们贷款公司合作。当真？让他进来。虽然丁尚在校大学生，但这是真执行起来挺麻烦。优质且长期合作的客源才是他的目标。于总，久仰大名。沈川进来直接坐下了，他的一举一动像极了出身不错的副手，直接把于九给糊住了。听说你手中握有一部分优质的客户，大概300-400人，做小商品生意的需要钱周转。300-400人。于九和陈涛对视一眼，顿时心动了，这可是一大笔业务啊！做好了，贷款公司业务量涨6-7倍都不止。他们有没有资产抵押或者担保？有担保，而且我保证这个担保绝对靠谱。谁来担保？你吗？没错，就是我。小子，你在耍我？我连你名字都不知道，凭什么相信你？我叫沈川，我姓沈。沈川？没听说过，你哪来的杂鱼？想坑老子一把？你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你只需要知道我背后有谁。天海新调任的一把手，也姓沈。你说什么？难道你们消息灵通？新调任的沈书记，你们不会不知道吧？我之所以有这些客户，是因为我有内部消息。沈大人带来了一个项目，应对电商发展成立的小商品城，扶持一部分个体商户，打造类似义乌的小商品中心。我的优质客户就是这些个体商会，他们需要启动资金。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这个消息还没散布出来，于总在里面有熟人，打个电话问问就知道了。我和姓沈的领导有个屁的关系，只不过大家都姓沈罢了。但那个领导确实是带来了一个相关项目，这几天应该就会启动。哎呦，沈公子，刚才有眼不识泰山。确认了，确认了。刚刚多有得罪，既然有沈公子担保，那这件事情就没问题。我也十分荣幸能搭上沈公子这条线，以后在天海还要靠沈公子多多关照。好说好说，回头我叫上我叔叔，大家一起吃个饭。沈少那边有多少人头？我马上让财务核算，人头费先给你。第一批次的人是300人，考虑到于老板资金周转问题，贷款额度于老板可以酌情给3到5万就行。谢谢沈少能为我考虑，我账上有2000多万，只要客户到了，我全放。那就谢谢于总了，我有几个特殊关照的，你先放款，其他的客户下午就到，我就先告辞了。姐夫，这真是沈大人的人？假不了，我刚才打电话问了，上里的人说确实是有这事，还问我消息哪来的。我们这些人平时再怎么狠，在当权者的眼里也不过是小混混罢了。借着沈川的线，我们搭上新来的大人，嘿嘿，以后他莫南拿什么跟我斗？恭喜姐夫，我这就去做准备，只要他的人来了，马上放款。去吧，账上1分不留，全放出去，利息给我提高到2分5，另外再想办法弄笔钱，保证账上有1000万的资金，证明我们的实力，郑少才能高看我们一眼。川哥，这钱真不用还？不用，有事找我就行，拿着钱好好创业。另外，你这份公司就不收分成了，就当入股你的汽修公司。谢谢川哥，我一定会好好干。这于老板真是好人啊！明明是群好勇斗狠的社会大哥，却在我到来的第一天打算弃暗投明，走上正轨。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公司撸光竞争公司的金融体系。下午，几百号人浩浩荡荡地跑到了富贵信贷办贷款，富贵信贷的业务顿时暴增了数倍。于九笑得合不拢嘴，一下午时间，他把账上的2000万全给贷了出去。沈公子放心，给我2天时间，马上就会有资金进来。于总的实力我还是放心的，我叔对这件事情也很满意，好好干。请沈大人放心，以后我一定跟紧沈大人的脚步。哼，真是高估于九的智商了，人性啊，果然是容易利用的。沈川，冲手机傻笑什么？莫离，你来了，伤怎么样了？好点没有？好多了，基本已经没事了。走，我今天请你吃饭。其实不用这么客气，要请你可是我救命恩人啊。随便找个地方就行了，你这真有点破费了。虽然这么说，但沈川点菜的时候却是一点也不客气，西冷牛排、烤鳕鱼，还有沈黎最爱吃的提拉米苏。先生，请问牛排是要5分熟还是7分熟？这里的服务员个子高头，虽然很礼貌，但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全熟。不好意思，我们最多做8分熟的。我朋友肠胃不好，吃不了生的。你们的厨子做不了的话，我教他来做。另外，你们餐厅菜单上的英文都印错了，想学人家玩高端，起码把菜单印对吧？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马上更改。沈川，你真有意思，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来西餐厅吃牛排要全熟的。正常人，因为很多人觉得吃全熟的人是土鳖，但中国人的祖宗都是把东西做熟吃的。话说，那天你为什么要救我啊？因为你长得好看，这理由行不？你讨厌。沈川望着他，目光都没办法移开了。他永远都记得他在天台上的那句话。他从17楼一跃而下时决绝凄凉的神情，像是刀一样的刻在沈川的心里。必须改变上一世的一切，将岳父引入正轨，不能再像上辈子那样。吃完饭我们去干什么？逛街、看电影，去电玩城抓娃娃。去电玩城吧，我想抓娃娃。没问题，
两人来到电玩城，沈川凑到一个电玩城的工作人员跟前，递了100块钱。兄弟帮个忙。工作人员会意，马上去调整了一下机器，接下来的莫离一抓一个准。哇，我抓到了，抓到了，沈川厉害，再试试。不一会儿，莫离的身边就堆了一大堆的娃娃，而且一群小朋友用崇拜的目光看着莫离。哇，姐姐又抓到了！姐姐好厉害，姐姐你真漂亮，你男朋友也真帅。小朋友嘴真甜，这个娃娃送给你。莫离手机忽然响了，他看了一眼手机，就拉着沈川匆匆来到电玩城外。怎么了？沈川，我爸来了。大哥来了，在哪？那边，马上过来了，我得回去了。我爸不准我来这种地方，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找你。那你小心点。大哥，你怎么来了？电玩城自家产业，来看看。川谈女朋友了啊？不是，还不承认？哪的姑娘啊？漂亮不？总不能说是你姑娘吧？啊，漂亮，肯定漂亮。别不好意思，我告诉你川，追女孩子就要细心大胆，死皮赖脸，约她出来玩，请她吃饭，送花，多说些肉麻情话，一般姑娘就会被打动了。这样就行了吗？怎么不行？总之你就死缠烂打。老大说的是，未来要让岳父知道，教我的全用他姑娘身上了，他不得把我给劈了。哈哈，正要找你呢，走进去开个会。哈哈哈，沈川真有你的！一天时间，除去给兄弟们的分成，我们账上多了1200多万。于老九这孙子屁颠的给我们送钱，我真好奇，等他反应过来以后是什么表情。大哥，于九比我想象中的蠢，他现在还没反应过来。等明天于老板账上有钱了，我们叫上兄弟们的家属，再去薅一波羊毛。这次公司账上至少有2000万。好，我马上通知下去。沈川，公司已经注册成功了，你干得不错，公司给你记上一笔，晚上叫上兄弟们给你办庆功宴。谢谢南哥，我一定好好干。话说大哥，这笔资金你打算怎么用？这是你嫂子的外甥小光，大学刚毕业，他打算做通讯业务，卖小灵通。刘光，你打算干小灵通？沈川认识他，这家伙看起来聪明，成绩也不错，实则是一个外强中干、好高骛远的家伙。05年前后小灵通用户暴增，这家伙刚开始干得不错，但后来脑回路清奇的他突发奇想，囤了10万台小灵通，结果可想而知，亏得裤衩都没了。不行，这家伙不能拖垮自家岳父啊！对，我做过调研，小灵通98年进入中国，销售火爆，在03年用户突破增长2倍，这几年的数量增长更是迅速，未来可期。现在入局正好。小光说的没错，我打算拿出500万给他开几家旗舰店，我看好小光。没错，现在小灵通价格下来了，我打算囤上一批不卖，等价格涨上去再卖出去。大哥，你真是大学生吗？这在大学里的见识都学到狗身上了。我当然是大学生，怎么你有意见？南哥，小灵通是快消品，而且未来通讯业务发展的重心是手机。说白了，电子产品只会越来越贬值。说白了，市场经济是供需关系决定的。未来电子通讯产能过剩，产品会暴跌的。你说的我听不太懂啊。你意思是这生意做不成？那你有更好的选择。未来经济发展是在金融和地产，成立地产公司或者金融公司才是王道。城东有块地，我十分看好，3000万就能拿下。天海未来发展可期，沈川看好的地是政府规划科创园的选址，上一市3000万的地有人拿下，转手就翻3倍。3000万有点贵啊，买地干什么？当然是赚钱。你倒说说，怎么个赚法？柴武不喜欢沈川，他总感觉这小子看自己的眼神有敌意，而且这小子才进社团几天，就连立气功，深受沈南信任，这对自己接下来的计划来说可不是好事，所以他有必要压一压这小子的气焰。未来20年，国家将会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和工业都会迎来腾飞。天海靠海，而且地理位置优越，旅游业以及很多工业都会放到天海，工业和商业用地将会暴增。你说说那块3000万的地在哪？就是东区的那一块。东区不是脱纽约那块吗？那个地方距离郊区都有10几公里，牛不拉屎的。你疯了吧？花3000万买它？沈川，你有点小聪明，但不多。天海就算发展，也轮不到那块。这块地买了就砸手里，3000万，你到底是什么居心？五哥，你觉得我有什么居心？我这一心都是为了社团的发展啊。你为了社团发展，我怎么觉得你别有用心呢？大哥，花3000万买块牛不拉屎的地，我觉得这小子居心叵测，得好好查查他。五哥，你这顶帽子太高了，我可载不住。南哥，我用人格担保，不出10天，这3000万至少翻3倍。3倍就是说9000万，将近1个亿。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就10天时间，要不赌一把？看沈川笃定的样子，莫南不由得犹豫了起来。这小子能力确实挺强，但3000万占用了他整整60%资金，万一真出什么问题，想再翻身就难了。大哥，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这钱真打水漂了，我们就麻烦了。
这小子有问题，给他上点手段，我就不信他不爽。好了，别这么说，他是自己人。沈川，如果你做不到呢？押上我这条命来赌如何？你认真的？当然。你的这条命一文不值，大哥。哎，小五这小子都玩这么大了，就信他一回。沈川，这事我就交给你了，待会儿小辉联系你。谢谢大哥，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实际上，沈川这么拼，就是想让沈南知道搞房地产、玩金融比当黑社会赚钱多了，而且还没有风险。虽然现在已经比不上90年代，但对沈川来说，也是遍地黄金的存在。小子，我陪你玩这么大，你可给我争点气，千万别给我玩砸了。南哥，你放心，我这颗脑袋都在你这里绑着呢。川哥，你真的确定这块地能赚钱？信我，这块地很快就会升值，目前是偏了点，但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们就是在电话里联系过我的吗？你们要买地吗？是我们。我姓李，是这个村的支书。来，我们这边详谈。这块地归村集体所有，前些年带动村民搞经济，种了梨树，你也看到了，果子结得挺好。这可是我们村子主要的收入来源，所以如果想买，价格方面可能会贵一些。这家伙说话带着一股子市侩和奸猾，是个难对付的主。沈川知道这块地的土壤是碱性的，根本不适合种作物。这孙子强行种上树，就是为了糊弄上面，顺便骗点补。大家只要诚心诚意，价格方面好商量。李支书开个价，看我能接受不？你们买这块地的用途是什么的？我们做物流的，在这里建个仓库，作为物流的运转中心。沈川随口胡扯了一句，其实这地方距离市区那么远，路又不好，鬼才在这建仓库。你看我们这里的果树结得不错，每年单是果园产量就几十万吨，一年净利润好几百万。说真的，不是没有合适的价位，就算我想卖，村民们也不同意啊。您老就开个价吧，5000万。5000万？尼玛，你怎么不去抢？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种几棵稀稀拉拉、营养不良的果树，你就胡乱报价？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这果园是我们村的主要收入来源，5000万低于这个数，我们不考虑。李支书，我今天是带着诚意来的，你这数开的有些高啊。哪高了？这块地上的果园多挣钱，你不买，我们还不愿意卖呢。是啊，小伙子，不是看你们有诚意，我今天价都不报。前不久有个老板想在这片搞高尔夫场，开价6000万，我都没卖。这价格你们已经捡便宜了，价格没得商量了吗？1分都不能少。哎，李叔，我就实话跟你说吧，我们老板给的心理价格就是3000万，高于这个价都不行。如果能卖，这钱就是定金；如果不能卖，那我们看别的地方。我们村子大，人口多，3000万真的少了点。这一箱子钱摆出来，两人眼睛都看直了。李支书目光死死地盯着桌子上的钱，生怕少看了一眼。那算了，小辉，我们走。别啊，小伙子，我们再商量一下。这个价多1分都不行，不卖就算了。我们就这么放弃了？还没呢，再等等。3、2、1。哎，沈先生，等等，喂，就按你们说的，看你们诚心要，我卖还不行吗？那好，我们签个合同吧。这块地那几棵破树结的果子又小又涩，喂猪猪都不吃。这块烫手山芋现在终于甩出去了，还卖了3000万，简直赚大了。李支书，和上约定，这块地交易之后，我们的用途以及以后的价值都在与村里无关。100万定金，尾款明天就到，你看下。好，没问题。李支书痛快地签了字，合同一式2份，交易完成，双方都怕对方反悔。签了合同后，沈川迅速地带人离开了。川哥，这地万一真涨价，这些村民们绝对反悔，我太了解他们这些人了。哈，反悔又能怎么样？我们是干什么的？你忘了？对呀，我们是精神小伙啊，我们怕他们这些刁民。行了，合同你拿回公司，然后把钱打过去，让大哥找皮挖机停在那里，周边围上档板，就对外宣传，投资3个亿的旅游开发项目马上就要动工了。川哥，这唱的又是哪一出？你傻？如果有人想买这块地，我们不做出扎出血本的样子，怎么抬高售价？小辉人不错，虽然性格软了点，但办事认真，又是个大学生，但培养以后，未来公司可是用得着的。原来如此，川哥佩服啊！喂，于老板。喂，沈少啊，今天第2批贷款已经放下去了，公司账上已经空了，再多的客户，我怕是暂时吃不下了。没事，于总，剩下的客户不急，你放心，我都给你留着。我叔说了，等他忙完就和于总一起吃饭。那就真的太感谢沈少了。沈少，今天晚上我做东，请你务必来一趟。今晚啊？今晚不行，我还要见几个当地的集团老总，等改天我请你吃饭。开玩笑，于九也是1等1的狠人，这家伙的实力比莫南强点，这一把怕是给他坑出血来了。
跟他见面，万一露出马脚，自己怕是会被当场砍死。好好，就这么说定了。姐夫，他怎么说？领导日理万机，不好约。不过沈川同意一起吃饭了，但要等几天。你去我那位世伯的银行里再转些钱出来。好，我一会儿就去。但姐夫，我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呢？哪里不对？太顺利了。陈涛这个智商一般的小舅子难得聪明了一回。你以前说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可是沈川突然找上门，给我们带来客户，还介绍领导给我们认识，这不妥妥的是天上掉的馅饼？他的话让于九一愣，顿时有些清醒了过来。是啊，这件事情太顺了。他想了想，还是给人打了个电话。喂，许区长，有些事情想跟你打听一下。咱们沈书记是不是有个侄子？前不久也来贴海了。侄子？哪来的侄子？沈书记就一个儿子，国外留学，没听说他有什么侄子。真的吗？许区长，你确定对方叫沈川？他真不是领导的亲戚？我和沈书记是多年的好友，他上任率先通知我，他有没有侄子我还不知道。现在骗子太多了，你自己注意点。挂了。姐夫，怎么了？我刚才问许区长了，郑书记根本没有什么侄子，那个叫沈川的家伙就是个骗子，敢骗老子。这小子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我现在就叫上兄弟们，把那小子给揪出来大卸8块。这几天富贵信贷陆陆续续放出3000多万的贷款，账上几乎空了，社团里所有能流动的资金几乎全填这里面了。现在告诉他，这小子是骗子。先别急，先稳住那小子。嘿嘿，沈少，实在不好意思，社团突然要做个投资，需要大批资金，我账上的钱全用来贷款了，你看。于总，我这边的人已经足够周转了，你放心，明天我就先让一部分人把贷款还人，利息给你翻倍。那好，谢谢沈少了，等我周转完，马上再给你。于九气的面色铁青，却又不得不对这小子低声下气。他发誓，钱只要追回来一部分，他马上找到沈川，把这小子给大卸8块。南哥，于九那小子估计反应过来了。这么快？这家伙挺聪明嘛，不过没关系，这一次够他元气大伤的。小蛇，你这几天带几个人，一定要保护好小川，于九肯定会狗急跳墙的。是，南哥。来根，蛇哥是有事要说。沈川，我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但我警告你，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敢做有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我不会放过你。蛇哥，我哪敢啊！看来他在公司里还是太高调了，高调的已经扎眼了。青蛇这是在敲打自己。青蛇对莫南十分忠心，上一世莫南遭仇家袭击，是他用命护住了。这么忠心的人，当然得好好引导，得叫他撞到别人了要说对不起，而不是想办法打残对方。和人起冲突了要和平解决，而不是打打杀杀。那你说，你接近南哥到底有什么目的？蛇哥，我……沈川正要想办法找借口时，一眼瞥见莫离走了过来。沈川，莫离，那个蛇哥，我跟黎黎去吃饭，你不用跟着了。沈川这是在干什么？我承认对他有好感，但是关系还没那么快吗？讨厌！不顾莫离的目光，沈川揽着他的纤腰，走到了青蛇跟前。青蛇的目光从愕然到震惊，最后剩下的只有佩服。明白了，这小子处心积虑，就是为了和大小姐在一起，难怪对社团这么上心，感情这是真的把社团当成家了。No bye，直接少走几十年弯路。蛇哥，我跟沈川没什么的。嘿嘿嘿，大小姐我明白，我小蛇为人你是知道的，向来守口如瓶。你放心，这件事情我是不会告诉大哥的。哎，不是那样的。莫离越解释越说不清，眼看沈川手还揽在自己腰上，他伸手掐在他的肉上，沈川疼得龇牙咧嘴，脸上的肉都在抽搐，但却没想着松开。这么一来，两人反倒更像是在打情骂俏了。那个大小姐，本来我是不方便跟着的，但是大哥告诉我要寸步不离的跟着沈川，保护他的安全，所以不好意思。没事，正好一起去吃饭，他请客。我知道有一家东北饺子馆，里面的菜特别地道，我们去那吧。几人来到这家饺子馆，青蛇还是给沈川和莫离留了私人空间，他一个人坐在外面吃。沈川，你今天不给我个解释，我跟你没完。莫大小姐，你就帮帮我吧，我不这么做，蛇哥跟我没完。你不做亏心事，蛇哥为什么要找你麻烦？我是一心想为社团不公司做贡献的，但太急于表现了，社团的老人都觉得我别有用心，任我怎么解释都没用，我只得找这个当做借口了。真的？真的，有你帮我圆着，我再怎么努力也不过分吧。不过黎黎啊，你这么好看，心又好，见过你的人都会对你心动吧？你住口，不许说了。沈离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他以前对于男人的花言巧语是不屑一顾的，但为什么这话从沈川的嘴里说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老婆还是和上一世一样害羞啊，虽然他爸是大名鼎鼎的莫南，但他乖巧善良，看来老丈人把老婆保护得很好啊。沈川，我爸应该挺喜欢你的，他这几天回去经常跟我和妈提起你。真的？那我更要好好表现了。两人吃完饭，却不见青蛇，扭头却看到他在饭店边上的大树旁和饭店收银的年轻女孩搂在了一起。蛇哥他居然……啧，看不出来啊，我蛇哥居然这么闷骚，没想到他吃个饭就能和人家老板娘的女儿勾搭上了。
要知道青蛇可是有严重的反社会人格的，他在社团里除了对沈南忠心耿耿之外，几乎不和任何人打交道。所有人都以为他除了打架，对任何事情不感兴趣，包括女人。可就在这时，老板娘挥着手中的汤勺，怒气冲冲地跑了过来。青蛇和女孩连忙松开。嘿，不要脸，下贱！青蛇也不还口，只是一张脸沉得吓人。换别人这么骂，他估计得把对方脖子扭断，但现在却按捺不动手。这场景像极了为爱勇敢抗争的纯爱战士。喂，你骂人干什么？我蛇哥和你女儿是自由恋爱，抱一下不至于骂这么难听吧？况且我蛇哥差哪了？你有什么要求就说，彩礼、房子还是车子？你给我闭嘴！这是我儿媳妇，儿媳妇，这王八蛋，隔三差五的就来勾搭我儿媳妇，我今天非打死他不可！我操，蛇哥，你过分了，有妇之夫啊！你还这么明目张胆的勾搭，这在古代你是要被进猪笼的。老板娘的情绪逐渐失控，她甚至抄起一把菜刀要砍人。那个女孩死死地拦住自己的婆婆，冲青蛇喊道：“你快走，你以后别来了，快走啊！”不好，青蛇的情绪已经逐步的失控了，再这样下去指定得出人命。蛇哥，咱们先走，这次咱们理亏，回去我给你想办法好不好？蛇哥，你别这样，你再这样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了。莫离也拼命地拦住他，因为他知道青蛇这种表情是动杀心了。好说歹说，总算是把青蛇给劝走了。三人找了间酒吧包厢。小邱的男人是个傻子，什么都不会，他根本不爱那男人。那我问你，他和你真心相爱吗？如果是，那他就离婚，和你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如果不是，你们只是玩玩，那就是道德有问题。当然是真心相爱的，我也是有底线的人。那他为什么不离婚？他借老板娘的钱给他爸看病，还不上，就嫁给老板娘儿子了。老板娘说想要离婚就拿20万给他。蛇哥，大哥这些年没亏待你吧？20万你拿不出来？对啊，你缺钱为什么不找我爸说？大哥当然没亏待我，但我的钱都拿给孤儿院了。孤儿院？什么孤儿院？是蛇哥小时候待的那家孤儿院，这些年他时常回去看望老院长。蛇哥，那你也不能不给自己留点钱啊。我们平时就抽烟喝酒，不怎么用钱。孤儿院前不久又来了好几个小孩子，老院长年纪大了，又拉不来赞助，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大哥这些年也经常往孤儿院里送钱和物资，我不想再麻烦他了。沈川感觉到自己的喉咙里堵着一团东西。上一世他只顾着针对莫南，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青蛇却也是这么一个重情重义的人，而且莫南居然也做慈善，但他不像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企业家一样，做点好事就找媒体鼓吹宣传。这个世界上的人真的能用善与恶来区分吗？衡量善恶的标准又是什么？蛇哥，我这里有钱，明天就拿给你。你让小秋先把婚离了，这钱我来出吧。你哪来的钱？我坑于酒的，我不把公司兄弟拉过去给他冲业务，按人头收费，一个人投1000块钱，所以南哥才派蛇哥来保护我。次日一早，沈少，那笔钱……哎呦，于总实在对不住，我问过商户了，钱还得周转1天，得等到明天。第二天，于九又打电话，沈少，今天能回款了吧？能回。于总，你稍等，下午我就过去。下午于九打过去，沈川手机关机。第3天，于九怒气冲冲再次打了电话。沈少，钱的事……哎呦，我昨天跟我叔一起应酬，喝多了，对不住于总，我现在就过去。挂断电话后，沈川手机再次关机。第4天，于九终于拨通了沈川的电话。我的贷款今天能还了吧？于总，我已经从银行提出钱，真往你那赶呢，马上就到。第5天，于九再次拨打沈川的电话，却发现已经被拉黑。他换了一部电话给过去。于九歇斯底里的咆哮：“沈川，你敢耍老子，老子跟你没完！”陈涛，你马上给我查出来这小子在哪，召集上兄弟把他砍死。姐夫，有兄弟看到沈川在会所里消费，他骗了我们的钱，却潇洒了。带上兄弟们，马上过去，我亲自过去劈了这小子。我和你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时差，这时差让人词不达意，克制表达。你害我吗？我没问你，没必要答。一家 KTV 里，沈川拉着小辉还有青蛇在唱歌。沈川，接了，小秋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你放心，你的钱我会还你的。青蛇说着一仰脖子，抱着啤酒一摇，3秒，一整瓶酒就下肚了。蛇哥提前就见外了，这钱是于九给的，得谢谢他。他也拿起酒，学着青蛇的样子选，但呛得他酒全从嘴里喷了出来。川哥，蛇哥这一招叫财色酒戒，旁人学不来的。就在这时候，砰的一声响，包厢的门被人从外面狠狠地撞开，于九带着一帮人黑着脸走了进来。呀，于总啊，来，快坐，今天我请客，不醉不归。沈川，你很有种吗？你敢耍老子？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吗？于总这是干什么？哦，贷款的事是吧？你看我这记性，忙起来就给忘了。你放心，钱我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给你转过去，马上。哎，我手机呢？我给银行打电话。你他妈少跟老子在这里装，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骗老子，今天我就活劈了你。骗你？我怎么骗你了？
我们的人贷款签的有借贷合同，为期是3个月，现在10天都不到，你就过来催债，你们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还款日期白纸黑字写着呢，你不服就去告我。姓沈的，你少在这里装蒜，你就是个骗子，你敢保证到期了你就还钱吗？我当然没打算还啊，老子凭本事借的钱，凭什么还？再说这钱是你求着我贷的，怪我。沈川一脸理直气壮，于九和他的手下都惊呆了。他们混社会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见到借钱不还，还敢这么理直气壮的人。好好，你不还是吧？那我就把你带回去，一天砍你1个零件，到时候看是我的嘴硬，还是老子的砍刀硬。砍这小子1条手，千万别把他砍死了，带回去慢慢折磨。于九身后的小弟呼啦啦的就要上前，眼看几个不怕死的已经冲上来，一直慢条斯理的妻子身形一闪，涌上前去。他的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2把锋利的匕首，随着两手挥动，一阵惨叫传了过来。几个小弟当场见红，他是青蛇，是进城的青蛇。也不知道谁惊恐的叫了一声，于九这边的人连连后退。出来混的如果不知道城南的青蛇，那真的白混了。这家伙是个疯批，干起仗来不要命，而且手段特别残忍，招惹谁都不能招惹这家伙。青蛇，沈川你是漠南的人，难怪这孙子敢碰到自己的头上，原来这一切都是漠南在背后授意啊！什么时候1根筋的漠南也变得这么卑鄙无耻了？没错，沈川是我的人。漠南，你不讲规矩，既然这样，那以后就别怪我不择手段。老九，是你不讲规矩在先，也别怪我上手段。这次的事情就当给你一个教训，以后再赚这种不义之财的时候，好好想想这次的教训。还有，上次我女儿被绑架，我还没找你算账呢。绑架你闺女，什么时候的事？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是你得罪的人太多了。别他妈跟我装糊涂，敢做就要敢承认。呵呵，我于九虽然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人，但至少敢做敢当，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身上扣。沈川的眉头微微的蹙起，他一直以为莫离遭遇绑架是于九干的，但看于九的样子，这件事情确实跟他没关系。不是他，那到底是谁跟莫南有仇呢？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沈川是我的人，这里也是我的场子，你想把人带走，怕是没那么容易。呵呵，这小子骗我的钱，害我损失了好几千万，你觉得我会轻易放过他？今天我就要砍死他，我看谁敢拦。他是我的兄弟，我今天保定了，他少一根汗毛，我让你城北鸡犬不宁。老九啊，再好的马也有尸体的时候，这件事我劝你就认了吧。姐夫，突然在城北那边突袭调查，我们的好几个夜场负责人都被带走了。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吗？于九能在城北混成老大的，怎么可能没一点背景关系？这次这么悄无声息的，肯定有问题。没有，姐夫，我们的人手不够，今天怕是……沈川，今天先放你一马，我记住你了。好走不送，下次再来啊。姐夫，难道就这么算了？这钱真的要不回来了？漠南吃进去的，你见什么时候吐出来过？算了，肯定不会这么算了。他做初1，我做15。可是我们现在账上没钱了。明天我去拜访一下银行的世伯，他是天海银行的行长，我为他做那么多脏事，他总不能见死不救。锦城会现在注册了公司，叫锦城集团，负责海关的老三，财务负责夜场的豹子以及青蛇这些昔日的堂主级的人都称为经理，小辉是财务总监。现在开会在商量沈川的职位问题。我提议让沈川也当经理，大家有什么意见吗？沈川来公司还不到10天，如果他都能混上经理，那公司的其他人怎么升？大哥，多少兄弟跟了你10多年了，你这样做会让兄弟们心寒啊！锦城集团的设想是沈川提的，而且沈川一来公司就重创了于九，让公司盈利2000万。排资论辈这一套在我这里不管用，社团的职位向来是能者居之，谁能跟沈川一样有实力，我照样提拔他。大哥，公司现在账上已经没钱了，沈川拿3000万买的那块地，如果不能如期盈利，我们的资金链就会彻底的断了。而且地已经买了这么久了，沈川你不打算给个说法吗？五哥，地的事我有分寸，别急哈。我知道，我一个刚进社团的毛头小子就和你平起平坐，你心里肯定有疙瘩。但大哥说了，公司不搞论资排辈这一套，你对公司劳苦功高，公司不会亏待你。但做生意不比混社会，打打杀杀凭着一股莽劲，所以人才就是新鲜的血液。沈川说的没错，确实没毛病。向来开会时候沉默寡言的青蛇此时也点头附和。沈川，你挺厉害啊，刚进公司就能拉拢人心了。不是我拉拢人心，而是大家都觉得我有道理。柴总，不知道我怎样做才能得到您的认可呢？3000万买的那块地，你说能翻3倍？我可不信那鸟不拉屎的地方能这么值钱。3天时间就会有结果，我可是把脑袋压到大哥这里了。柴总不妨再等等。那好，3天以后，如果这块地真的翻3倍，你当经理，我没意见；但如果没有，我拧下你的脑袋。没问题，大哥为我们做见证。好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公布，帮派这些年一直没有设二当家，现在锦城集团成立，也该设个副总。未来
我要在诸位当中选出来一位当副总，持有公司20%的股份。至于选谁，就要看诸位的实力了。这话一出，柴武的脸色骤变。我在京城这么多年，虽然不敢说劳苦功高，但也兢兢业业，替你扛了不少伞。二当家不应该是我的吗？你居然还要选，憨憨。好，莫奈你这么完事吧，你不然就别怪我不义。第二天，天海银行行长办公室，他身后还站着2个带着砍刀的大汉。办公室内的气氛有些凝重。对面头发花白的男人就是天海银行的行长王天启，他的脸色现在十分难看。世伯，我这边实在是着急，账上已经没钱了。3000万实在是太多了，我这边批不了，而且之前你们借了不少贷款，你们根本不还，这些烂账我都不知道怎么评。世伯啊，跟我说这些是没用的，你可是上流社会的人，天天穿着西装搂着嫩模出入高端场合，你包个小明星，为了那几秒钟的快感就能豪掷百万，这些账都能评，怎么到我这就不能评了？看来今天不出点穴，这瘟神怕是不会走的，最多2000万，这是我的极限了。好，2000万就2000万，你放心吧，世伯，这钱我肯定能还上的。但你们要为我办件事情，我被人盯上了，是银行内部的人，他已经列举了一些证据，要向银监会举报我。放心，这个人我们会替你解决。不过世伯，你的速度可要快点，我等着你的钱，下午就会到账。李九挥手走了出去，他身后的2个小弟把晾在手中的刀塞到了衣服下，跟着他走一起。王天启椅子下面已经有一滩橙黄的液体了。时至今日，只得一条路走到黑了。城中有块地，政府的项目大厦要在那立下，马上去拿下。具体位置在哪？位置已经发在你手机上了，马上去。项目立得急，我们事先没有一点消息。对方说完挂断了电话，随即一个详细的位置和规划发到了于九的手机上。陈涛，你马上联系一下这个位置的兄弟，让他们把这块地拿下。我们准备好钱，马上过去。这块地要升值，运气好，我们之前被坑的钱全部能赚回来。好，姐夫，我马上去办，你等我消息。于九一下午都在办公室里等消息，他已经趁着空闲的时候了解了这个项目。这次至少能赚上亿，我要打个翻身仗。沈川、莫南，你们给我等着。姐夫，怎么样？地拿下了。姐夫，我们去的时候，那块地已经被人给拿下了。我问了买方的信息，那家伙是沈川。谁？沈川？沈川，我是你老爷的。沈川这小子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孙子处处跟我作对，还拿我的钱买地。姐夫，那我们怎么办？这块地可是重点项目啊！这块地的归属是白沙村吧？找到他们村支书，跟我们签一份租赁合同，就说半年前那块地已经被我们租了，买卖不破租赁。想拿这块地，哼，没那么容易。好，姐夫，我马上去办。白沙村的地已经被围上了铁皮，按沈川的吩咐，地被铁皮围住，各种推土机和铲车进入现场。沈川带着小辉在现场。估摸的时间，这地的事情已经被提上日程了。今天或者明天就会有区里人来跟我谈。开工吧，里面的树铲了，挖地机，弄出点动静来，动起来，大家都动起来。平川疙瘩，动起来，树铲了，挖地基，怎么认到怎么来。最近于九那边有动静吗？这么一块肥肉，他不想来咬上一口。川哥，我们的人一直在盯着他们，哪件事都按照你的吩咐做好了。工地上的铲车顿时动了起来，一颗颗的树被推倒，工地上请来的工人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带着一帮人闯了进来。住手！全部给我住手！谁让你们动的？谁他妈让你铲树的？给老子停下！你哪位啊？川哥，这是吴强，于九的头号打手，管着城北好几家赌场。看来于九也盯上这块地了。谁让你们在这动工的？这地是我们买来用来开发高尔夫球场的，为什么不能动工？是吗？你们开发什么？我管不着。我只知道这块地我们大哥早就租下了，租期20年，这是他们村支书盖的章，早在半年前就有这事了。买卖不破租赁，所以这块地只要我们不同意，你们动不了工。咦，还知道买卖不破租赁，不错嘛，挺有文化。沈川笑了，他扫了一眼租赁合同，确实是白沙村委的章。所以带上你的人给我滚！这块地不管干什么，没有我老大的同意都干不成。胡说！李书记明明跟我们签的合同，签的时候没说这块地租出去了。看清楚，我们就是租了20年，马上让你们的人滚，不然老子对你们不客气，把这些人给轰出去，设备给砸了。是，强哥。一帮人齐齐应声，抄起钢管就要动手。住手！我看谁敢。姓沈的，你还有什么话说？你摆我们九哥一道，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说这块地有租赁20年？没错，20年，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闹到法院我们也有理。你们跟谁签的？付钱了没有？当然是跟李支书签的。来，李支书说是不是？吴强伸手把畏畏缩缩的李支书给拉了出来，他的脸上一块青一块紫，估计没少吃这伙人的苦头。支书，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你可没说这块地有人租啊？不，你这属于欺诈，知道吗？我们之前签的合同可是明确注明了，如果这块地有任何租赁或者纠纷，你要退1赔3的，你赔得起吗？老李，半年前我们就签合同了，白纸黑字，
你不会不承认吧？你可千万想清楚再说。两位，我求你们了，放过我吧！李支书几乎快哭了，双方的人他都得罪不起啊，尤其是吴强，昨天找到他，二话不说就是揍，他不得已才签了那租赁合同。说，我先跟你签的租赁合同。听到没有，小子，跟我们9个玩，你还差得远。李支书，你确定合同是你签的？是我签的，总共就1式2份，这份合同还在我这，没有第3份了？没有了，就2份。是吗？你这份怎么只盖了一个村委的章？这算哪门子合同？耍我呢？字不在这吗？不对，字呢？李支书一翻合同，顿时傻了。只见他那份合同只盖了一个村委会的章，剩下的全是空白。这怎么回事？怎么是空白的？劳动期合同藏哪去了？我也不知道啊，这合同就1份，不可能拿错啊。是你干的吗？沈川，一定是你搞的鬼！智商不够，就好好回炉重造一下，别在这丢人现眼。这算哪门子合同？实际上，沈川那天和李支书签完合同后，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就派了2个机灵的小弟在这守着。没2天，余九的人果然过来搞事了，揍了支书一顿，逼他签租赁合同。好在留下的其中一个小弟是神手，将李支书的合同调成空白合同。去你妈的！兄弟们，给我砸了工地上所有的东西！兄弟们，动手！沈川这边也不是吃素的，一招手，自己这边的几10号人扔下手里的东西就开打，双方顿时混战在一起。都给我住手！警方用防爆盾将双方隔开。混在人群中的沈川看见女警时打了个哆嗦。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冷面警花苏妍吗？她不在省城就职，跑到天海干什么？而且她和我还有过节，这下麻烦了。干什么？聚众斗殴？警官，我们聚餐呢。聚餐带这么多钢管和3角铁，所有人全部带回去。作为聚众斗殴的首脑人物，沈川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他被带到一间独立的审讯室审问。沈川，我记得你，能被苏警官记住也是我的荣幸。油嘴滑舌，沈川，你不要太得意了。顾城的死我会查到底。苏警官，当年我就已经说了，我的举报材料绝对真实有效。顾城他真是……苏妍整理了笔录之后，门被重重的关上，把沈川的话给砸了回去。这次警方来得及时，没有人受伤，所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只不过吴强这帮人捏造合同，也不敢再找麻烦。川哥，卖了，那快递已经卖了。卖了多少钱？谁收的？1亿2千万，徐理过来谈的。未来要在东区成立科创产业园，这块地是科创园的展示大厦所在地，你立大功了，大哥让我快点接你回去呢。1亿2千万，不错，走，价格比上一世高了不少。看来岳父还是有经商天赋的，有了这1个多亿作为本金，锦城集团未来可期，我也未来可期。2人刚要走，正好碰上了苏妍。沈川装模作样的要打招呼，但换来的却是苏妍一个凌厉的眼神。苏带泪。川哥，你跟这位警官有过节啊？有一点吧，我和他是高中同学，当时年轻不懂事，不小心误入了女澡堂。不会是？难道你看到他洗澡了？对，你怎么知道？所以他现在恨透了我，估计以后肯定会时不时的来找我麻烦。这小子脑补能力还挺强的，都不用我继续编了。那川哥，你以后可小心点了，这位苏警官可是个狠人，蝉联3年警界比武大赛冠军，曾经一拳把一个罪犯给打成植物人。没事，他其实暗恋我，舍不得打我的。沈川和苏妍确实有过节，但却不是他随口胡诌的这些，而是当年他年轻气盛，正义感爆棚，举报过警校的一位叫顾城有和间谍来往的嫌疑。结果调查属实，后来这位学长在调查的时候自杀了。要死不死，这个顾城是苏妍的男友，他这个恋爱脑根本不相信顾城是间谍，一直觉得是沈川诬陷了他男友。真的？那当然了，不过这事你可别告诉别人，我那时候年轻。川哥，你放心吧，我的嘴最严了。走，回去开庆功宴去。尊爵会最大的一个包厢里，庆功宴已经准备好。青蛇跑到了沈川的跟前，伸手揽住了沈川，笑得诡异。蛇哥，有事？听说你小子在高中的时候偷看过那位苏警官洗澡啊？周小辉告诉你的，这个王八蛋信誓旦旦的保证不说出去，扭头就把我给卖了。你别管谁告诉我的，你就说是不是？兄弟，你可以啊！我们看到警察躲都躲不及，你倒好，敢干出这样的事情，真给兄弟们长脸。那当时也不知道他会变成警察。蛇哥，这种糗事就别赚了，挺尴尬的。这都什么跟什么？再挖下去，我内应的身份都要曝光了。兄弟们都到齐了，南哥，川儿，你过来。沈川这次可算是立下大功了，从建立锦城到重创余九，再到给公司创造了1个多亿的价值，这些可都是沈川干的。给他1个经理职位不算过分吧？我现在宣布，沈川以后是锦城集团的业务经理，以后打江山、开拓业务都靠他了。投资的事情不要问我，都要找沈川，叫川哥。川哥好，谢谢大家的信任。哈哈，川，那块地卖了1个多亿，一次的收益抵得上我们社团好些年的收入，以后要多加努力。谢谢大哥，你放心，公司就是我家。看到没有，
这就是奉献精神。大家以后要跟沈川多学习，只有公司发展好了，大家赚的才能更多。看看人家沈川的觉悟多高！所有人齐齐鼓掌，只有金蛇的嘴角抽了抽。你大爷的！你当然把公司当成家了，大哥都快成你老丈人了，这公司未来不就是你的？和沈川这次做的不错，但这次运气好，不代表以后的运气会一直好。你可有着点，做公司要的是脑子，不像是以前抢地盘打群架就能把钱挣了。五哥你就放心吧，未来的规划我已经计划好了，重点投资房产和金融。未来10年，公司业务会以爆炸的形式上涨。小辉，公司注册的属性是金融，回头去办金融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主营投资、证券交易、贷款等业务。你以后就是公司首席财务官，这些东西就交给你了。川哥，你放心吧，我专业就是这个，交给我没问题。房产，你知道投房产要多少钱吗？还有金融和高利贷有什么区别？当然有区别，五哥，最赚钱的金融不是高利贷，您老就瞧着吧。我带着记忆重来一次，不把老丈人整成福布斯上榜人物，我就白活了。川哥，这几天注册公司，办理了各种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金融的事搞定了，只剩地产了。但注册地产公司，拿地需要资质，盖房需要资质，专业人员架构等都是麻烦。没事，这个的话，我们直接约一个当地的开发商见面，谈谈收购问题。约谁呀？程刚，他是天海市一个小地产开发商，有土地拍卖和开发权，但资金筹集能力还不行。开发了一个小区，目前刚封顶，资金断裂，处于停工的阶段。现在的程刚愁的头发都白了，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但沈川知道程刚这个人做生意诚信为本，之后拉来了投资，又赶上房地产爆发期，一举让他的诚信地产爆发，之后一跃成为排名前10的著名地产商。程总你好，我是沈川，之前和你联系的过的。程刚的资金缺口实在是太大，他银行跑断了腿，贷不来款，几家大企业的老板根本见都不见他，好不容易有人主动联系他了，他才燃起了一丝希望。但没想到对方居然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当下他心里有些失望。我知道程总目前有一个阳光海岸的项目缺乏资金，已经停工半年多，我能解决你目前的问题。小伙子，你刚才说你是锦城集团的，我没听说过这家公司。我们公司刚刚成立，所以程总没听说过正常。程总现在有多少资金的缺口？至少得需要1个亿，你们能投资吗？1个亿只是盘活目前停工阳光海岸的盘，但是目前国家科创园项目落地天海，未来高新产业带动发展，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天海落户。北上广深的房价和地价就是参考，这么大好的机会摆在眼前，你真的甘心只做一个阳光海岸的项目吗？程刚的神色微微的一变，他不由得多看了沈川几眼，看来眼前的这年轻人眼光要比他想象中的要更加深远。房地产项目未来会迎来爆发的黄金时期，这一点我从来不怀疑。那不是未来，而是近在咫尺，错过了，程总可千万不要后悔啊！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们锦城集团出资3亿，全资收购贵公司。3亿？我的公司哪值得了3亿？没错，3亿，而且程总还可以担任公司总经理，每年除年薪外，还有20%的分红。你等等，你为什么要收购我的公司？诚信地产的口碑过硬，对程总的人格信得过，也对未来房产市场有信心。沈川当然知道程刚现在的小公司值不了3亿，他至少在基础价值上翻了2倍。为什么翻？因为找程刚提出收购公司的人肯定不少，程刚用心做的公司肯定舍不得卖。天海房地黄金时代马上来临，机会稍纵即逝，不出个能镇住他的价格，今天的是谈不成。你容我考虑一下，好吗？程总慢慢考虑，我不奉陪了。沈川放下手中的咖啡，起身就走。程刚还是不忍把公司卖了，不做样子，这是难成。沈总留步，毕竟公司现在已经撑不下去了。今天不抓住这机会，以后怕是很难再遇到了。我们签合同吧。程总不再考虑，不用考虑了，再熬下去，命都没了。那程总，我们合作愉快。沈川叫来了小辉，取出了准备好的合同。程刚认认真真的看完了合同，然后签下了字。1000万定金马上到账，余下的资金5天内会一次性到程总账上。程总以后就是自己人了，还请沈总多多关照。川哥，我们账上满打满算就1亿，去哪弄3个亿啊？小辉手都发抖了，他也算是见过世面，管着锦城的财务，账上都是8位数的流水。但沈川玩的是真大，一次就扔出去3亿，钱真跟数字一样。这个你就放心吧，我既然敢开出3亿的价格，那就一定能弄来3亿。好，跟着川哥混。川哥，我们去吃点东西吧，我有一点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好，快走。小辉，你怎么了？低血糖。我去，你早说啊！低血糖严重了会要命的。我这有一条从咖啡店里顺来的巧克力粉，你快吃了，这玩意高糖，我现在马上去给你弄吃的。小辉脸色煞白，他哆嗦着把手中撕开的巧克力粉往嘴里送，但他的手抖的实在是太厉害，一半倒进嘴里，一部分给洒了出来。敢吸毒，总算让我抓到你们把柄了。他反手扭住小辉的手臂，把他重重的按倒在地上，然后熟练的拿出手铐，
咔嚓一声，把小辉给铐了起来。你是谁？神经病吧！放开我，川哥，川哥！俺在大白天的刚吃白面，你去区里把你的问题交代清楚再说吧。我不是吃白面，我真不是吃白面，快给我！小辉挣扎着，试图往掉在地上的咖啡粉上凑。现在他低血糖要命，但他现在的样子在苏妍看来，就是面瘾犯了的瘾君子。你还敢说你不是吃白面？苏妍，你干什么？手里拿着面包和饮料的沈川一回来，就看到这种情景。沈川，你的人吃白面，这事跟你也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呼叫了支援，镜面大队马上就到，你最好不要抵抗，乖乖束手就擒，交代清楚你的问题。你特喵神经病吧？低血糖懂不懂？沈川撕开面包就往小辉的嘴里送，小辉的手被反铐着，他像饿死鬼一样大口大口地吃着面包。这一幕直接把苏妍给看傻了。啊，低血糖，还不快把手铐打开？好，马上。苏妍连忙拿出钥匙去把小辉的手铐给打开。小辉双手抱着面包，几乎是往嘴里塞的。慢点，喝点东西。一通胡吃海喝，灌了大半瓶饮料，吃了几块面包，小辉这才缓了过来。他靠在了墙边，喘着粗气，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没事吧，小辉？要不要送你去医院？不用的，没事。川哥，我这低血糖犯的时候要马上吃东西。你感觉饿了就赶紧去吃东西啊，下次别这样了。大哥让我跟着你帮忙，我本来想着也快结束了，没想到以后别这样了，要命！苏妍，我们小辉大学生一个，还是3好市民，莫名其妙的被你打一顿，你总得给说法吧？刚才是我没弄清楚情况，是我不对，我道歉。道歉有用的话，要你们帽子同志干什么？我们要验伤，要赔偿，我还要投诉你。我的证号在这里，你可以随意去投诉，我为我所有的行为负责。行，你等着我的投诉吧。川哥，算了，川哥，苏同志也不是故意的。你怕什么？我们站里。沈川有些无语，这货胆子太小了。行了，我们走吧，川哥。港湾这么大，资金缺口2个亿，5天内弄不出来，你卖肾都不够。小辉将沈川拖走，苏妍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咬牙切齿。 2个亿，干什么能来钱这么快？如果说沈川能靠正经生意赚2个亿，打死我都不信。沈川带着小辉往港口的方向赶去。川哥，我们这是要去港口？对，去港口。你去港口干什么？你快点想办法搞钱啊！现在就是去搞钱啊！不是，港口能搞来钱，怎么搞？到了你就知道了。港口是锦城集团里老三负责的，他原名胡振业。港口这里的业务，没有人比他更熟了。三哥，最近有没有一艘装满进口红酒的船一直停在港口？我查，看，确实是有一艘船停在港口，停了有1周了，里面装的全是法国进口的红酒，据说还不便宜，价值1个多亿呢。你问这个干什么？当然是买酒。小辉，联系上对方，把他们的酒全买了。川哥，你买这么多酒干什么？是啊，川，这酒据说是沪城某个大老板的货，但那个大老板破产了，所以这一船的酒就压在货船上了。船老大现在急得直冒火，进口红酒是他压的货款，现在不说运费了，就连货款都没有人接了。听我的，联系上对方，最好再压价。沈川之所以买酒，是因为他知道不出3天，法国北部遭遇罕见的龙卷风，全国近70%的葡萄园都被摧毁。于是，在龙卷风过后，葡萄酒价格疯狂上涨，比平时翻了近5倍。港口这近1个亿的酒，现在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不出5天能卖疯。行，我让人联系一下吧。与此同时，港口的一个办公室，一个男人愁得快把额头的头发揪光了。他叫李建国，港口一个货运公司的老板，手底下有个船队，是跑远洋的，走的就是运送进出口货物的生意。可是这批进口优质红酒的买主现在去踩缝纫机了，他店的货款和运费根本要不回来，这次危机要过不去，他怕是这辈子都翻不过来身了。老板，赵总回复了，说他要不了这么大体量的酒，而且他有专属的进货渠道，所以这酒他不打算要。再去问问黄总，我亲自上门去拜访。李总，要出去呀？三哥，这压了这么多进口红酒，再不赶紧处理，我就撑不下去了。你要有路子，可千万要帮帮我。李建国说着，语气都哽咽了。他白手起家，干了10几年才有今天的地位，这要一朝回到解放前，他这辈子都翻不过身来了。这不来帮你了吗？介绍一下，沈川，我们大哥新任的兄弟，现在负责公司的扩展，他有办法帮到你。真的，沈兄弟，快请坐。李总，你的事我听说了。这批酒原产地是法国波尔多地区。对，我亲自去压的货，保真保质量。本来是要运到沪城的，但合作方出事了，所以就……兄弟，你要有办法就帮帮我，感激不尽。这批货的价值是多少？大概1亿2千多万。兄弟，你有路子，价格能不能再商量一下？如果能，这批货我全要了。你说什么，老弟？这批货你全要了？没错，全要了。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啊！沈川太年轻了，在李建国看来，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他可不相信沈川真的有能力吃下这批货。李总，三哥在这儿呢，你不相信我，也不能不相信三哥吧？老李，这可是我沈老大最信任的兄弟，
现在我都要听他的，只要你价格能再压压，这批进口的红酒我们能全部吃下去。当然能再压压。沈兄弟，既然三哥都开口了，我也不绕弯子了。这批货我的拿货价是9000万，从那里到这我在海上行驶了半个月，这一路上我的过路费、员工的工资和油费成本也在这里摆着，这样我再让2000万，你如果能拿下，我们马上就签合同。看得出来李建国是真的缺钱，现在这批红酒在他这里就是烫手的山芋，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吃得下这批货的人，他怕错过了就再也没机会了。行，既然这样，那就拟个合同，我们签了吧。沈兄弟，你确定吗？我可是需要现结的，我这都快撑不下去了。李建国有些不确定的看向沈川，沈川答应的太快了，这让他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小辉，钱多久能全部到？川哥现在去银行转账还来得及，最晚上就全部到账。李总，听到没有？晚上就到。签，马上签。1天之后，锦城的仓库放满了红酒，看着满满当当堆的像是小山一样的酒，莫南都震惊了。川儿，你这是玩的哪一出？你弄这么多酒干什么？会所也用不了这么多啊。大哥，接下来红酒会涨一波价，我们事先囤着，回头转手一卖就能赚差价。简直是胡闹！你白天3个亿收了一家破地产公司，下午又花1个亿买了这么多红酒，你到底想干什么？谁穿？赚钱啊，五哥！我刚才不已经解释了，红酒会涨价，我们先囤着，转手一卖就是钱。憨憨，你的这些酒全是进口的名贵红酒，最便宜的瓶都有上千，你要怎么卖？高档红酒是奢侈品，只有少部分群体才会买，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当然懂，五哥，我做的就是高端市场，而且既然大哥放权给我，那就代表大哥信任我。你质疑我，就是在质疑大哥。你给我闭嘴！谁知道你这么疯狂的花钱，是不是吃了回扣？现在公司的账上几乎已经没钱了，社团运转都成了问题，你一个人可着钱使劲花，其他的生意怎么办？五哥，公司账上的钱还足够1周时间运转，川哥说要不了1周，这酒就能转卖出去。小辉，你给我住口！让你跟着沈川，是让你起到监督作用，你倒好，现在说话都向着他了。我怀疑你是不是被他收买了？你说沈川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不说实话，我用帮规处置你。五哥，你在公司好好养老就行了，年轻的人士就别掺和了，不要动不动就用帮规处置人。小辉这几天为公司奔波的够累，你没一句鼓励，张口就要处置人，你这样岂不是让人寒心？你好了，都少说几句。柴武恨恨地瞪了沈川一眼，只得悻悻地闭嘴。川儿，真的有把握吗？莫南也有些疑惑的不解地看向沈川，他的认知有限，他也觉得沈川的这个举动有些冒险了。大哥，放100个心，3天之内肯定就会有结果，红酒的价格绝对涨。那就没事，我放心了。行了，老五，你也别太担心了。沈川什么时候让我们失望过？大哥，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但是沈川，你要记着，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我跟大哥一起带着这么多兄弟打拼这么多年，就这点家底，万一全部输进去了怎么办？柴武这家伙的话是一语双关，一来提醒沈川他是新人，二来是说自己是老人，劳苦功高。五哥放心吧，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大哥，这几天老周又在作妖了。他又做什么妖了？这几天他的人在我们的会所里和猪闹事，打伤了好几个服务员，昨天更是把帽子同志都给找来了。再这么下去，生意都没法做了。他的人放话了，约大哥晚上在帝京豪庭见面。坑了这小子一把，他心里肯定不服气，他是在借机发挥呢。他这是逼我现身。既然这样，那今天晚上我就亲自带人去他的帝景豪庭里会会他。帝景豪庭，沈川心中暗叫不好，上一世就是余九借机发挥，逼莫南现身，然后在他的肠子里摆了莫南一道，莫南的一条手臂被砍伤，就此落下了残疾。大哥，余九这个人损招太多，他这么做就是逼你现身，你要是去了，肯定场鸿门宴。哈哈，我跟余九向来不对付，但大家一直有来有回，放心，不到狗急跳墙的地步，他不敢把我怎么样。万一他就是条疯狗呢？莫南闻言，神色微微的一变，露出了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沈川，余九这么做就是让大哥现身跟他谈谈，大哥如果不去就显得胆怯了，传出去以后对大哥的名气有影响，总不能让人说城南的莫南怕了余九吧？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去，今天必须见他。大哥，放心吧，川，你大哥我纵横社会这么多年，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不用担心，就是复个会而已。余九就是个纸老虎，况且就算他真是老虎，我也能咬掉他一块肉来。大哥，你真的没有必要冒险。余九之前吃了那么大亏，他这次肯定是要报仇的。没事，就去会会他而已。我从小就跟这小子斗，还不了解他的尿性。放心吧，小蛇，你跟我走一趟。好，大哥，我叫几个兄弟跟着一起。不用，就我俩。帝景豪庭是余九的地盘，他要真的想搞事，我们去再多人也没用，索性就不带人了。
这样反倒显得我更有气魄一些。好的，大哥。沈川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自己老丈人就是这样的性格，他认定的事情，你说什么也没有用。到了晚上，莫南真的只带了青蛇一个人去赴会了。哟，南哥，好久不见啊！老九虚伪了哈，前几天不才在我的肠子里见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南哥，坐。老九啊，你不地道，这几天怎么纵容你的人在我的肠子里胡闹呢？夜场生意本来就不好做，帽子同志隔三差五的来，上面的人也要孝敬，利润是越来越低，要都跟你一样，大家还怎么赚钱？南哥，你说的是我手下的几个小弟不懂事，回头我就好好教训他们。对了，你新收的那小兄弟沈川呢？他怎么没来？他有其他的事，况且你老九见了他，还不把他大卸八块？也是，我碰见他，肯定是要忍不住劈了他的。老九啊，你看我来都来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就挑明了说，毕竟大家都是要做生意的，对不？对，南哥也是敞亮人，我也就不绕弯子了。我想要城西蒲山那块的开采权。你胃口不小啊！蒲山的山包上面的石头都是花岗岩，打碎成石子就是优质的碎石，工地上的优质石子缺口极大，你想吃掉那块，我想问你的牙口好吗？你不怕把你牙崩掉了？南哥，我也不会白要你的东西，我拿内河的河沙开采权跟你换，一进一出，你也不算吃亏。你那破沙质量极差，卖都卖不出去，你哪来的脸跟我换？毕竟我在你小兄弟那栽这么大一跟头，你不让我捞点好处，我跟兄弟们没法交代。而且这是你做的不怎么地道，我要点好处不过分。那是你的事，咱们向来是凭本事吃饭，以前也有来有回的，从来不搞明抢这一套，除非你想破坏规矩。如果老子今天就想破坏规矩呢？突然包厢的门被撞开，一群人围了上来，把莫南和青蛇围得结结实实的。青蛇手插进兜里，他盯着于九，他要寻找机会制住于九。然而于九早已经预料到，他退了几步，5、6个下属挡在了他前面。南哥，认识这么久了，别逼我动手，一个石山而已，没必要把自己命搭进去。老九，知道为什么你声望向来比不上我吗？因为你的手段上不得台面，只要我在一天，你永远都是个2流货色，争不过就抢，你向来这样，所以你服不了众。死到临头你还这么嘴硬，把莫南给我拿下，生死不论。于九一声吼，他的小弟争先恐后的向前涌去，莫南夺了一把砍刀，疯狂的向前砍去，青蛇也火力全开，身形一闪，迎上人群，靠在指尖的小刀猛地挥出，都有人惨叫打去。片刻后，青蛇身上便沾满了血，眼看两人已经被逼到了墙角，危机四起。莫南，你要是老老实实交出石山，我还能让你活着回去，否则就别怪我了。你休想，一个2流货色，你就算从我这里抢了再多东西也服不了众。嘴还这么硬，给我杀了他！杀了你之后，石山我照样能收入囊中。都给老子住手！都给老子住手！这声咆哮镇住了当场，众人纷纷让开。只见沈川穿着一件鼓鼓囊囊的军大衣走了进来。咦，还真有不怕死的，原来是你！就算你不来，我也要找到你，把你大卸八块的。现在倒好，你自己过来了，省得我去找你了。川，你来干什么？我来带大哥出去。出去？你还以为你出得去？今天谁都别想走。于九，你这样很不讲道义啊！天海混社会的不讲义气，就是被你这样的人带歪的。有本事真刀实枪的去争，射鸿门宴扣人算什么好汉？少他娘的跟我废话！既然来了，那就一起留下吧，把这小子给我砍死！我看谁敢！眼见一群人就要上前，沈川突然猛地撕开了衣服，只见在他的胸口和后背赫然缠着2圈土制雷管，同时他手里的打火机对准了引线。不想死的就过来，来啊，大家一起上路！愣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本来于九的小弟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要弄死沈川，结果一看到他这样，被吓得纷纷后退。小子，我不信你这么不要命，那你就来试试。我身上的雷管不多，但如果全引爆，谁也别想跑。哈哈，有本事你就引爆，老子不信。沈川闻言，反手就把引线给点了，哧啦啦，火花顺着引线迅速的燃烧。哎，住手！住手！一群人吓得屁滚尿流，于九也哆嗦着，说不怕是假的，这玩意真炸开，谁也别想跑得了。但是在他的小弟面前，他再怎么样也得保持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引线不算太长，很快就只剩一半了。沈川手中握着雷管，盯着于九，一副大不了老子跟你同归于尽的样子。呵呵，莫南到底给了你什么，值得你为他这么拼命？跟我吧，我给你的会更多。大哥给我的，你给不了，别想了。大哥，让他走吧，真炸了得不偿失啊！好，算你有种，放他们走。沈川连忙把手中的引线给扑灭，青蛇拉着莫南跑到了他的身后。蛇哥，带大哥走。川，一起走。你们先走，再说下去谁都走不了。大哥，先走。小子，你真以为你跑得了吗？做对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是吗？那你就来啊！沈川看莫南已经出去了，他伸手又把手中仅余10厘米的引线点着，火花四闪，所有人吓得屁滚尿流，怕死的直接趴在地上，手紧紧地捂着脑袋。沈川连忙把火花扑灭，他看着脸色发白的于九，看来你也挺怕死嘛。于九脸色难看，
今天他们一群人被一个刚出道的小子给唬住，这让他脸上很没面子。老子的命比你的命值钱，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了，马上滚！以后千万别让我在天海碰到你。你这么说，我就不开心了。大家的命都是命，凭什么你的命比我的值钱？老子今天就跟你同归于尽！说着，沈川又取出一节雷管，岂料这次玩得过火了，身上的雷管引线也被火花点透。室内的人都慌了，就连于九也迅速的趴在地上，拼命的往沙发底下钻。沈川连忙把挂在身上的雷管给扒下来，伸手甩到了人群中，然后扭头溜之大吉，一屋子人更是扑街喊跑，吓得屁滚尿流。然而引线燃完，噗的一声没了声息，想象中的巨响并没有发生。一个胆大点的小弟壮着胆子去踢了一脚地上的雷管，只见雷管毫无动静，拿起来一看，九哥，假的，这玩意就是烟花管，而且还是空的。我他喵，快去追，抓到沈川墨南，去，快去！于九快气炸了，他堂堂天海城北青龙商会的社长，领着上百号人，被沈川一个人耍了，传出去他还做不做人了？把沈川留给我，我要亲手把他剁了！追，快追，别让人跑了！一干人也是愤怒无比，他们迅速从地上爬起来，一窝蜂似的往外涌去。门外，沈川三人迅速的跳上了一辆车，开车的是阿飞，他六盘港车神的称号不是白叫的。迅速挂档，一脚油门轰下，汽车轰的一声窜了出去。追，给我追！大哥，我们的方向盘被卸了，那还不快找备用的换上？这时，又有一群骑着摩托、头戴头盔的鬼火少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他们扔下几个汽油瓶，两道漂亮的火环轰然烧起，彻底的把于九给拦了下来。这些鬼火少年骑着摩托扬长而去，独留于九站在火环前，他发青的脸色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下显得极其阴森。跑到了城南，豹子带着公司的兄弟迎了上来，莫南这才算是安全。大哥，没事吧？于九这个混蛋居然拒破坏规矩，叫上公司所有兄弟，马上出动！我们现在就去城北砸了地景豪庭。莫南脸上没有半点表情，熟悉他的人知道，他越是愤怒的时候，就越是显得冷静。豹子，去救人！今天必须让于九付出代价。是。豹子转身就要去叫人，却被沈川拦了下来。大哥，现在回去，除了两败俱伤之外，我实在是想不到更好的结果。沈川要努力的让莫南冷静下来，因为如果一个弄不好，今天晚上就是大规模的械斗流血事件。天海正在申请文明城市，上面有意大力发展天海，已经有评估组进驻，评估天海的营商环境。如果今天晚上这么一闹，以后天海就再也别想有什么扶持和发展。小川，今天晚上是我欠你一命，我也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今天晚上如果不找回来这个场子，以后我莫南在天海根本没办法立足。没错，今天兄弟们就算是拼了命，也要把这场子找回来，不然我们金城会永远都会被城北的青龙商会给压抑住。青蛇也沉着脸一言不发，但他脸上的杀意丝毫不加掩饰。我们现在不是黑社会，我们开了公司，投了地产，注册了金融资质，我们现在是正经的生意人，为什么还要像以前那样打打杀杀？况且打打杀杀解决问题了吗？打打杀杀怎么了？老子这些年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莫南盯着沈川，他明显动怒了。我们的地盘是拼出来的，锦城会的名声也是兄弟们用血打来的，不能就这么没了。是，锦城会有今天的名声，是兄弟们拼来的。但是大哥，你想过受伤甚至是死的兄弟吗？你这是什么话？所有为我们流过血的兄弟，我莫南都没有亏待。受伤的，我保他们衣食无忧；丢命的，他们的妻儿老小我都管。我莫南出来混，讲的是道义，也正是我讲道义，所以兄弟们愿意跟着我拼。不管怎么样，我们城南锦城会的面子不能丢。所以为此，你就能让手下的兄弟流血甚至丢命？大哥，你是讲道义，但有些东西是用钱能买来的吗？没了命的兄弟，他们的父母失去了儿子，儿子失去了父亲，妻子失去了丈夫，这些东西是能用钱弥补的吗？莫南沉默了。沈川的话如同一盆凉水，从他的脑袋上浇了下来，让他瞬间清醒。是啊，有些东西是用钱能弥补的吗？他不由得想起他刚出道时一起打拼时最好的兄弟，三代单传，家里有年迈的父母，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次械斗中，兄弟丢了命，他在兄弟的坟前起誓，以后兄弟的家人就是自己的家人。他也信守承诺，每年去探望，让兄弟的一家老小衣食无忧，但自己终究取代不了。在场所有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人没了，家就散了。谁都有父母妻儿，你们记着，你们的命不是你们自己的，是属于你们家人的。你们欠父母的是生养之恩，欠妻儿的是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我沈川刚入社团，人微言轻，但我认为为了家和责任丢点面子，吃点亏，哪怕是装孙子都不过分。现场静悄悄的，沈川的话让很多人握着家伙的手松了，很多人低着头，眼睛里甚至有泪花。莫南沉默了良久。行，你说的多，你有道理，老子说不过你，但是老九坏规矩，还摆了我这么一道，我咽不下去这口气。大哥，办法多的是，动动脑子就有，让兄弟们都散了吧，我给你出这口气。散了，都回去该干嘛干嘛去。你怎么给我出这口气？大哥，打打杀杀的时代过去了，龙国最不缺的就是计谋，阴谋也好，阳谋也罢，
只要能让敌人不痛快就行。别跟我绕弯子，直接说。莫南瞥了沈川一眼，他知道这小子肯定有计划。帝景豪庭的生意挺不错嘛，我刚才去看，装修是真豪华。那是对标的是最豪华的人间天堂，在整个省内都无可匹敌。怎么，你想打帝景豪庭的主意？没错，让他名誉受损，生意一落千丈，我们尊爵会趁机抢走他的客户。怕是不容易，他的客户都是老客户，我之前用尽办法都没成功，你有办法？有，大哥，给我找个长相清纯、特别会演戏又勾人的女孩，为了钱什么都敢干的那种。这是简单，让豹子找找红姐，你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先不能说，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臭小子，你还真是一肚子坏水啊！哈哈哈哈！幸亏你小子在我这边，不然我也要被坑惨了。所以你这么有本事的一个人，咋就留我这了呢？我能给你的东西是余九给不了的，这玩意到底是啥呀？啊，现在还不能说。不过大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害你。好吧，我信你。川啊，你想说的时候再说。怕是他说出来的时候，你女儿都只认定他了。我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有重要的客户要来。夜场开场时，一个中年女人对着一群年轻的女孩训着话，她踱着步子，凌厉的眼神扫过现场所有人，气场十足。你们都给我悠着点，这位客户可是来天海投资的大老板，于总都会亲自来敬酒，不管选中你们谁，都包给我端着，笑脸相陪，把你们平时的招数都使出来，明白了吗？明白了。还有你们几个新来的，规矩教过你们了，谁出差错，我要你们的命。晚上10点，帝景豪庭开始热闹了起来。帝景最大的包厢里，一个秃顶老男人在几个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包厢，余九亲自过来敬酒。周总，我是许区的朋友，今天晚上你在这里一定要玩尽兴。好，于总这里真好，不愧是人间天堂，哈哈，我算是见识到了。咱们直接上正菜吧。好，静静，让姑娘们进来吧。包厢门一开，一排排女孩进来。周总的眼光比较挑，来的女孩要么是嫌风尘气息太重，要么就嫌穿得太暴露。终于，一个长相清纯、目光怯怯的女孩入了周总的法眼。左边第3个，就你了。哎呀，周总好眼光，妹可是大学刚毕业，白天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英语老师。不过周总，他今天第一天来上班，招待不周的话，您可多担待。英语好啊，英语的学，我英语不好，正好让娜娜老师来给我补课。来，周总好，很高兴能陪您。行了，于总去忙吧。好，周总你忙好，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于九点点头，笑着退了下去。包厢的门关上，里面开始花天酒地。静静，你可给我招待好了。许区长再三强调，这是大老板，不管怎么样都要招待好。他要不满意，许区那里好几个亿的项目就飞了。明白，于总您放心吧，这批姑娘我都调教的好好的。静静拍着胸脯保证，于九这才点点头。今天他左眼一直跳，总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算了，肯定是被沈川那小子整得神经衰弱了，还是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然而他刚回到办公室还没有半小时，静静就闯了进来。不好咧，九哥，什么事？大惊小怪的，我不是让你看着周总吗？是他需要什么吗？不是啊，是那个妹娜报警说周总猥亵她，现在已经闹到衙门了。周总已经被抓进去了。什么？你怎么没拦着衙役？来抓人的是谁？我们平时使那么多钱给他们，居然这点面子都不给了。九哥，来的是个新人女捕快，据说是从省城那边调过来的，我们的贿赂他一概不收的，这次更是直接就把周总铐走了。完了，快给许区打电话。周天明，这位许娜女士控告你在帝景豪庭包厢里对她进行猥亵，有这回事吗？她就是出来陪酒的，我花了钱的，我也没做什么，她还不让人碰了。住口！这里是衙门，你再敢对这位女士进行人格侮辱，我饶不了你。我是经人介绍去赚您花钱的，对方告诉我只是陪人喝酒，没说要动手动脚。他撕开了我的衣服，不管我怎么挣扎都没有用，我不活了。好了，你别难过，我们会秉公处理的。我是花了钱的，在会所里面花钱摸几下陪酒也犯法吗？那所有去夜场消费的男人都得抓起来，谁不摸几下？住口！你的行为已经涉嫌猥亵女性，是要处10日以上的拘留的。你现在最好祈祷能和解，否则你等着拘留吧。我是来投资的，你电话给我，我要给许区长打电话。今天谁来也没有用，你是怎么想的？是和解还是拘留？和解，我们和解。你要多少钱就直接说，我都给。帽子同志，我真是来投资的，我见不到许区长，但帝景豪庭的老板我总能见见吧？他开夜场的，厂子里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不出面负责吗？你不要说话，坐好，老实点。我不要钱。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帽子同志你也找了，我也答应赔钱了，你怎么还死揪着我不放？你一个陪酒的，难不成摸你几把你就要真的把我给送进去？他侮辱我的人格，我不和解，我要求拘留。我可以不挣钱，但是我有我的尊严。别啊，
我赔钱，你说个数，多少钱我都认了。你确定不要和解？确定。我知道这样做很傻，但他这样的男人根本不懂得如何尊重女性，所以这次的事情就当是对他的一个警告，让他以后在有这种龌龊心思的时候有所收敛。好，我支持你的决定。周天明涉嫌猥亵女性，拘留10日。疯了吧？你领导是谁？我要见你们领导！我来你们天海市投资的，你们给我下套！于九呢？这王八蛋！什么狗屁地景豪庭，他连自己厂子里的陪酒女都管不了吗？把他压下去！周天明叫嚣着，被身后的衙役给压了下去。此时，另一个小衙役进来，凑到苏妍耳边：“苏队，局里来电话了，说这个周天明是大投资商，要不要？”局里来电话又怎么样？投资商就能为所欲为，猥亵女性？告诉他们，拘留10天，谁来也没用。可这是府衙的一把手来的电话。有本事他让府衙给我下命令，今天我话放这里了，谁来也不行。苏妍冷哼一声，起身就走。小衙役哭笑不得：“得听你的，谁让你爹是府衙一把手呢？”娜娜出门以后，一辆轿车迅速的把她接走。这是20万块钱，我们现在马上送你去机场，你安检后坐飞机离开天海，以后别回天海了，不然于九不会放过你的。记清楚了没有？好，谢谢川哥。此时奈娜脸上的清纯一扫而空，20万啊！他得在夜总会抢颜欢笑多久才能赚到？两人送娜娜到机场，直到飞机起飞，两人才一起离开机场。这样真的有用？放心吧，有用。于九的地景豪庭名气越大，这一次就摔得越惨。让小辉加把劲，在天海各大论坛发帖，在本地新闻频道发消息，找媒体报道一下，弄得越热闹越好。这个已经去做了，估计现在论坛上已经炸开过了。那就静静的等着吧。哈哈，于九的地景豪庭以后就是过去式了。什么？周总被拘留了？怎么会这样？于总，斯门哪那小蹄子，周总不就没记哈？谁知道他就找帽子叔叔咧？这是夜总会，夜总会陪酒的，被客人摸几下，然后直接找帽子叔叔，还把客人给拘留了。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以后谁还敢来我们地景豪庭来消费，我会被笑掉大牙。这件事情也会成为我的耻辱。而且你知道周总是谁吗？他是来天海的大投资商，是许区长的业绩。你这样让我怎么给领导交代？对不起于总，他是新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会这样呀。静静吓得面无人色，陈涛和吴强站在一边，脸色也十分难看。你们站着干什么？去给我找关系，无论如何也要把人给我捞出来。姐夫，哥，我已经扣关系了，而且招商办也去调解了。结果是什么？我要的是结果。但那个负责的衙役不买账，还是把人拘了。他凭什么不买账？我们不是上面也有关系吗？他一个小衙役也敢跟我作对？是有关系，但那个叫苏妍的，是上面苏婷的女儿，他哥还是省扫黑办的负责人，我们惹不起。扫黑办就了不起吗？扫黑办就能不买我们的账吗？陈涛和吴强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他们从于九的声音中听到了底气不足，但谁也没敢说出来。你还在这里干什么？晚上要不要做生意了？是，我马上去开门营业。姐夫，还有个坏消息。说吧，又怎么了？这件事情已经被人发到论坛上，同城的论坛已经挂第一了。什么？这件事情弄得满城皆知？对。于九倒在沙发上，他扶着额头，气得几乎心梗。这件事情一旦传出去，他们地景豪庭的生意就会一落千丈。好好的，怎么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情呢？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们被人做局了。娜娜是竞争对手的人，她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败坏我们的名声。莫南，一定是莫南，不对，莫南出不来这么阴损卑鄙的招，是沈川，这是他的阴谋。你他喵的沈川！还有大哥，今天生意降了90%还要多，好多订房的客人已经退房了。陈涛眼睛一闭，干脆把所有的坏消息全说出来吧。而且我们的兄弟回报，我们的好多大客户今天都去尊爵会了。去，让所有的营销经理给客户联系，我们搞各种活动，什么充1万送1万，包房免费，充值10万以上女公关上门，这些手段都给我使出来，想办法把这件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否则我们地景的生意就会被莫南抢去。是，姐夫。那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滚去办！所有人都取消休息，业绩垫底的我让你们死！哈哈哈，川真有你的！尊爵会，莫南哈哈大笑。多日来因为被于九摆了一道藏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今天我们尊爵会爆满了，房都得订得干干净净，而且来这里的客户都是挥金如土，大手一挥，几十万上百万的往会员卡里充钱。今天一天的业绩已经能抵得上之前1个月的了。南哥，这叫羊毛。于九明明知道这是我们干的，但又拿我们没办法。不过最近也得注意，于九可能会用同样的方法搞我们。包子，你可得注意一下。放心吧，南哥，最近半个月不收任何人，而且红姐调教出来的人绝对可靠。哈哈，我想知道于九的地景豪庭还能撑多久，这可是他最赚钱的业务啊！这小子现在脸上的表情一定很精彩。所以大哥，现在是法治社会，能用脑子解决的事情，千万别用拳头。没错，现在的时代不同了，以前拿着刀子火拼，
为了地盘头破血流赚的那点小钱，真不值得把命搭进去。而且穿你那天晚上的话让我触动很深，命只有一条，命没了，就算是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的。明天去家里吃饭，见见你嫂子。好，谢谢南哥。沈川受宠若惊，请去家里吃饭，这是真的把他当成自己人了。石川，你的脑子确实是好使，甘拜下风啊！柴武酸酸的来了这么一句。沈川进来以后风头尽显，受莫南信任就算了，在兄弟们的心理地位也越来越高。反倒是他这个名义上的二当家有些默默无闻了。但沈川做的也确实是漂亮，他要是再阴阳怪气的，就显得他心胸狭窄了。谢谢五哥的肯定，我保证以后会做得更好。沈川听出他语气里的酸味，回忆一笑。待你收购的那个地产公司啊，马上就要支付3个亿的款项了，否则就是违约。你把公司账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红酒了，账上的钱几乎光了，你打算拿什么付款？呀，五哥你这不提醒，我都差点忘了这件事了，谢谢提醒。是阿川，你和那个地产老总约定的是5天所有款项到账，现在都第3天了，公司账上可是没什么钱了，后天怎么付款？这个简单，宝哥，今天晚上来消费的大老板里有做红酒生意的吧？哟，多了去了。但是我知道的就地参酒庄的顾总，他在北边的山上有个装修的极其豪华的红酒庄园，这个庄园占地20多亩，单是装修就花了几个亿，专营高端红酒生意，省内的进口红酒生意几乎被他垄断。那麻烦豹哥介绍我认识一下，告诉他我这有3吨来自法国波尔多原产地的高端红酒，问问他有没有兴趣。亲，我去敬个酒，不过以顾总的身份和地位，未必会见你。你去把话带到就行了，见不见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你想把这红酒卖给顾忌，这可挺有难度的。莫南的眉头皱了皱，顾靖上面有人，身份地位都不简单。顾靖的身份可不简单，靠着红酒生意赚得盆满钵满，而且他的酒是纯进口的，有固定的货物来源。你的这批酒，他根本看不上。五哥，咱们先别急着下结论，等结果。现在的顾靖怕是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他找货源怕是找疯了。柴武不说话，抽着雪茄，只是脸上的表情更加不屑。他认为沈川是黔驴技穷，没招了。顾靖什么身份？省里有人，就连莫南的面子都不一定给你。沈川算什么东西？难道还会给你面子？不料片刻以后，豹哥匆匆忙忙的过来，向沈川招手：“川儿，快过来，顾总要跟你聊。”来了，豹哥。沈川对柴武微微一笑，起身跟着豹哥走了出去。柴武一脸的愕然，烟灰掉在腿上都浑然未觉。包厢里，顾靖没心情喝酒，他是做高端红酒生意的，因为省里有点关系，所以他不愁销路。但几天前，市面上的红酒突然断货了。原因是法国遭遇龙卷风，今年的葡萄产量要暴跌60%，尤其是专攻高端红酒的品种赤霞珠更是减产严重。全球做红酒生意的疯狂囤货，红酒几乎是被一扫而空，价格更是水涨船高。他的酒窑眼看就空了。现在红酒生意竞争这么激烈，他一旦断货，之前的客户就会流失。他来这里请客也是为了找货源，没想到来这一趟还真让他找到了。顾总，这就是我们莫总的小兄弟沈川。顾总好，久仰大名。客气客气，兄弟你有红酒？对，3吨的红酒，来自法国波尔多原产地，拉菲酒庄、百图斯酒庄的酒都有。真的？那太好了，快带我去看看。顾总，这边请，我们前台就有几瓶。顾靖做了10几年红酒生意了，对于酒实在是太熟悉了。他拿起一瓶酒，根本不用打开包装，就知道这酒是真货。好，兄弟，你的这些酒品质十分不错，我全要了，你开个价格吧。顾总，现在的酒行情我不太清楚，这批酒也是为了帮朋友一把，所以全买下了。酒总共是3吨，品种和数量都在这儿，你看着给吧。哈哈哈，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我相信顾总的口碑，绝对会给我一个合理的价位。这样，你的这批红酒的拿货价是差不多近1个亿，因为高端红酒的原产地遭遇了龙卷风，今年的红酒原料会减产60%，所以最近红酒的价格疯狂涨价，有些紧俏的货甚至翻了5、6倍。这批红酒，我直接以5亿的价格拿下，你看怎么样？不听顾总的，不过顾总我这边急用钱，货款得快点。今天我们签一个合同，明天我就让财务打钱，最多明天下午款项全部到账。顾总是个痛快人，那好，顾总，我们就合作愉快。哈哈，合作愉快，兄弟，你这批酒真的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改天一定到我的酒庄里去坐坐。一定去。顾总，您的地参酒庄建好有些年了吧？今年刚好10年，我可跟你说，我建这酒庄的时候可没少花心思下功夫。提到酒庄，顾靖眉飞色舞，因为这酒庄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进口，而且请来了国际著名设计师，按照拉菲庄园的风格设计的。你有时间可一定得去看看。我一定去，到时候顾总别嫌我叨扰就行。那顾总的酒窖设备也一定是进口的吧？之所以提酒窑，是因为沈川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上一世的时候，顾靖的酒窖设备线路老化，引发了一场大火。
大半个庄园都付之一炬，损失的酒更是高达数亿。这场大火几乎把他给打垮。从这以后，顾静便一蹶不振。全进口的红酒的最佳保存温度是12度到14度，温度也相对有要求。我的酒窖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压缩机，德国进口的设备，当年弄这玩意也偷了不少关系呢。好酒当然要配好的设备，但是顾总，我建议您有时间检查一下设备和线路。德国进口的设备是好，但毕竟已经有10年了，电气产品最怕的是老化。况且您的这些设备运转了这么多年了，前几天我才看见一则新闻，某啤酒厂因为线路老化，年久失修引发的大火。我有日常保养的，不过谢谢老弟的提醒，我回去就让人检查一下。这酒庄可是我这辈子呕心沥血的得意之作。顾静看着沈川严肃的神情，不由得正色。他下定决心，回去立马检修。公司5个亿进账，莫南高兴得合不拢嘴。沈川来了之后，他简直是迎来了人生事业的第二春。爷爷的，做生意原来能这么赚钱，就算是除掉收购地产公司的3亿，公司账上还有2亿资金，想他刀口舔血，和人街头火拼，20年玩命赚的钱也不及这1/10，这才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啊！以后混什么黑社会？做生意不香吗？沈川，我再给你记一功，哈哈，你真是我的得力干将啊！运气都是运气，大哥。沈川嘴上谦虚着，但嘴角的笑比 AK 还难压。老丈人的思维应该已经有了转变，加油，争取把副总位置给争过来，到时候话语权就更大了。太谦虚了，川，我真的越来越喜欢你了。你要什么奖励？真不用，大哥，我才来公司不久，资历轻，所以只能多为公司多做贡献，让兄弟们认可我。好，明天去家里吃饭，我让你嫂子做几个菜，我们兄弟喝2杯。罗契，真要让这小子成功了。哎，川，像你这样有能力又不求回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你的功我给你攒着，以后有什么想要的和我说一声。此时的莫南也清楚，他就算是再喜欢沈川，也不能飞速提拔了，只能多给一些奖金，不然公司里跟他一起打拼的人就有话说了，只能让沈川再发育。次日，沈川登门了，再次回到这套熟悉的别墅，他不免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沈川随手在路边买了点糖炒栗子，这可是岳母最爱吃的。他刚一进门，一个妇人便笑着迎了上来：“你就是小川吧？快进来。”妇人面庞白皙如玉，眉如远黛，有一种雍容典雅的气质，清冷又不失温婉。这正是莫离的母亲张玲，也是沈川的岳母。回想上一世，他也是把沈川当作亲生儿子来对待的。可一根筋的沈川只顾着狗屁任务，完全忽略了他的好。最后莫南在执行枪决的当天，他在家里烧炭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再次见到他，沈川的眼睛都有些发涩。妈，话刚一出口，他就反应了过来。沈川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子。我擦，刚才陷在回忆中不能自拔，情不自禁的喊妈了。沈川的神色尴尬，真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他结结巴巴了半天，这才抹了把湿润的眼睛。嫂子，实在对不起，我妈去得早，您跟她长得有点像。我刚才是想起她了。沈川这一番解释，这才让这几个人恍然大悟。张玲连忙拉住沈川，一脸心疼。好孩子，先来坐下吧。谢谢大嫂。这别墅沈川上一世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甚至摸出一罐顶级毛峰，熟练的泡茶。莫南的嘴角抽了抽，有些心疼的看着这家伙一抓一把。这小子这杯茶得花大几千。之前还怕这小子来了拘谨，但是现在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了。好家伙，这简直当自己家了。李沈川还记得吧？上次是他救了你。记得。沈离瞥了沈川一眼，他怎么可能不熟悉？背着自家老爸跟沈川见过几次了。川现在是自家公司的人，很有经商天赋，现在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多亏了川。大哥，都是应该的，是你提供了优秀的平台，才有了我发挥的空间。我老爸提供了优秀的平台，疯了吧？闻言，沈离的脸抽了抽，这马屁拍的着实有些过分了。岂料沈南对这句话十分受用。没错，那个平台也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把老九整得不轻，这几天那小子也不蹦跶了。哈哈哈。聊了一会儿，张玲已经把饭做好了，岳母烧的菜是很不错的。巧的是，今天的几个菜全是沈川喜欢吃的。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随便做了点。小川，你凑合吃点。大嫂您客气了，我吃饭不挑，看大嫂烧菜色香味俱全，一定很好吃。那当然，我妈妈亲自下厨，可是很少有外人能吃到的。那我今天也算是有福气了。对了，川，除去收购地产公司的钱，账上还有2亿，你打算怎么办？当然是继续投资。大哥，我说了，以后的侧重点是地产和金融。地产的是有收购的公司，不用多操心，但金融公司得招聘一批像样的人才。这2亿，我打算先投地产上。行，这些都由你做主，你做事，我放心。好了，吃饭。不一会，沈川一连吃了4碗饭，将在场人都看震惊了。不好意思，大哥，实在是大嫂做饭太好吃了，我平时没有这个福气，今天这才多吃了几碗。好吃以后经常来，下次我多做几个菜。对，能吃是福嘛，想吃以后常来。沈川带上小辉一起找到了诚信地产的陈刚，签了一份正式的合同。诚信地产算正式并入了锦城集团。
程总，合作愉快。之前我说过的话都算数，继续让你着手管理诚信地产，锦城继续注资2亿，作为下一步的投资。诚信地产是我一手做起来的，如果我能继续经营，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下一步，我先把阳光海岸的小区复工，约1年的时间完工，然后策划卖出。阳光海岸的事不急，这2个亿的资金我已经有了规划，你先着手把这块地买下，然后迅速规划销售，10天内资金回笼。这不是西区双湖大道闲置的那块地吗？这块地是私人买的，据说边上有一个垃圾中转站要建，所以买方买了以后就搁置这儿了。现在也无人问津，而且从开发到盖好销售至少得2年半的时间，10天资金怎么回笼？程总，我得到消息，这块地的垃圾中转站已经撤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所重点的9年制公立学校。你买来地以后，搭一个临时售楼部，搞预售。这个时代，房地产还没有开始搞预售这一套。学区房的加持会让购房者疯了一样的去抢房，价格水涨船高。这一通操作如果不出意外，投资的这2亿能翻3、4倍。预售房子没盖好就卖，老百姓吃这一套吗？放心，按我说的来，保证没问题。沈川当下便拉着程刚开始讲销售套路，上一世开发商的卖房套路层出不穷，听得程刚是一愣一愣的，他连忙拿笔把这些套路给记下来，足足讲到了大中午。沈总，佩服，真的太佩服了，你的这些销售手段我真闻所未闻。按你说的这些，我保证用不了10天，资金就能回笼，到时候不仅阳光海岸的项目能重启，还有更多的资金去投资其他。对，哈哈，都大中午了，程总，一起吃个饭，我们餐桌上再聊。沈川一看时间已经快12点了，小辉上次饿出了低血糖，他也不敢多耽搁，3人一起到了一家饭店。川哥，我上个洗手间。小辉见菜上来了，就跑了出去。到洗手间，他左右看一下没人，拿出一支注射笔。他有糖尿病，每餐饭前都要注射胰岛素。然而针刚扎到皮肤里，身后一声怒斥又传来：“你还敢说你没吃白面？这次我看你还怎么抵赖！”熟悉的声音，熟悉的眼角，然后小辉手臂又被反手拧了起来。苏妍一脸怒容，表情凌厉：“你又干什么？放开我！”小辉疼得嗷嗷直叫，试图挣扎，但迎来的却是苏妍更加严厉的反制。你回纪面支队，跟纪面队的衙役们狡辩吧。苏妍，你又干什么？你把我的人铐起来干什么？这个东西，你给我个解释吧！公然注射白面，你也脱不了干系。我发现你真是一个奇葩，这是胰岛素懂不懂？小辉他是糖尿病患者，吃饭前都要注射胰岛素，用来维持体内的血糖平衡。你特么连白面和胰岛素都区分不了，你当的是哪门子的衙役？你说什么？苏妍再度傻眼了，她看着手中的笔，眉头皱起。你胡说八道！苏队长，吸白面的人在哪？这些机面队的人都有其他的事要忙，接到电话就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就是他吗？好好，正好你机面队的同事来了。这位帽子同志，跟你的人好好科普一下注射类的白面和胰岛素的区别好吗？上次我朋友喝个咖啡粉，被他当成吃白面，这次打个胰岛素，又被当成吃白面。麻烦你们的人没有学好机面知识前，不要出门丢人现眼了好吗？为首的人接过了那支注射笔，看了一眼，快把人放了。许队长，这真是胰岛素。那个苏队，你一直在干刑侦的工作，所以对于白面可能缺乏相关的辨认条件。折腾了这么一通，结果是误会，让机面队的人兴师动众的过来。许队长也是无语，但他也不好表露出来。这个东西确实是胰岛素，还是很好辨认的。以后你到我们机面队，我跟你科普一下如何辨认好吗？这苏妍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尴尬。其实他不是没有判断能力，而是只要是牵扯到沈川的事情，他就会失去判断能力。他太想抓住沈川，好好的问问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还不把人给放了？你一天天的专门盯着我干什么？抓了我能让你升职还是怎么的？苏妍一言不发，他上前把小辉的手铐给打开。对不起，是我没弄清楚，我向你诚恳的道歉。投诉，我要投诉你2次了，我每次都是莫名其妙的挨顿打，老实人也不是你这么欺负的好不好？那个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这位同事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这样我们跟你赔不是？小辉，刚才打针了，快去吃点东西吧，不然一会儿又低血糖了。小辉点点头，然后不满地离开。机面队的人也有事要忙，和沈川说了几句道歉的话，也离开了。苏妍怔怔地站在了当场，神色紧绷，一言不发。我说苏学姐，你这么针对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因为顾城的事情吗？对，就因为顾城，他是学校最优秀的学员，他有着大好前程，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自杀。你男朋友确实很优秀，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我所有的举报材料真实有效，他也确实是危及到国家安全，但具体的细节你别问我，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且学姐，我知道你很爱他，但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让他在你心永远保持那份优秀的形象吧。你知道真相，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你爸不让我说，我也答应过苏听不在你跟前提这件事情，这结果你可满意？我不信。那你就去问苏听，别再找我了好吗？沈川，如果你不告诉我这些事情，我会一直盯着你，直到你松口为止。什么人啊，真是的。行，那你就盯着吧，不过我警告你，你要是再对我身边的人下手，我不会放过你的。
一连1周，会所都冷冷清清的，因为那件事情的影响，会所的生意锐减70%。昔日豪华的会所现在已经辉煌不再。姐夫，优惠已经拉到最高了，但依旧没有什么起色啊。会所的生意起不来，优质的女孩都跳槽去别的地方了，这样已经成了死循环了。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啊。还有什么办法？这招真够毒的，气走了周总。现在生意一落千丈，起都起不来，许区长也对我们失望至极。莫南那边在干什么？他们在开公司，投地产，听说还要搞金融公司，说是金融公司，不还是放贷那回事？而且他花了几个亿买了一家快破产的地产公司，你说他们是不是有大病？地产，沈川这小子十分有前瞻性。之前和许良许区长喝酒，他提过一嘴，说天海会迎来飞速发展。既然是飞速发展，那修路和建筑是必不可少的，水泥、河沙、钢筋，甚至是土方都能做。姐夫，你不会也想搞地产吧？这需要很多钱的。钱，我们背后有天海银行的银行支持，我们怕没钱，地景的生意怕是做不成了，所以我打算关了，重新开个夜场。姐夫，关了，这地方装修我们花了好多钱，说关就关了。地景豪庭可是我们青龙社最赚钱的项目啊，再挺，说不定挺过这段时间就好了。关了，重新在城北弄个新的夜总会，改个名字，说不定能东山再起。再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房地产我也会搞起来。回头你找人去问问开家房地产公司有什么流程，弄些会所，还有开公司，这都是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姐夫，上面审查，王天琪被人盯着，你们一时半会儿弄不出来钱了。举报王天琪的副行长，找机会做了。现在王天琪跟我们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你放心，他会给我们钱的。另外看看商会里面还有什么闲置的资产，一并处理了，凑，钱应该是够的。那好，我去办。说到闲置资产，我们西边双湖大道不是有快递？那快递之前本来是用来盖商场的，但因为边上规划一个垃圾中转站和污水处理中心，所以就搁置了。现在有人在问大快递的价格，有人问就卖出去，那地方占了商会太多资金，如果真有人要，价格低点也要处理了。行，那周边的位置还算不错，估计能卖8000万，我看看能不能跟对方谈谈价格，如果合适就处理了。价格也能再下调点，尽快出手，我们好施展拳脚大干一场。我要让沈南知道，老子这么多年也不是白混的。在顾静的强烈邀请下，沈川来到了他在郊区的这个酒庄。这个地方单是装修就花了过亿，所以每一寸设计和材料都极其考究。沈川着实是被眼前的这一幕给震撼了一把。顾哥，你容我缓一下，你这个地方太让我震撼了。老弟，你这表情有点夸张了。你这么有能力和有见识的人，我这暴发户的东西是入不了你的法眼的。哪里，这酒庄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太夸张了。走，我们去会客厅喝一杯。沈老弟，今天叫你过来，主要是想感谢你的。感谢？老哥，你谢我干什么？不是老哥你，这批酒我还真找不到买主，毕竟这体量着实是有点太大了，能吃下的人不多。这个我还要好好感谢顾总你呢。不是这事，那天你不是建议我检查一下设备线路吗？回去的路上我就让人联系了一下专业人士，昨天来我这里把我酒窖里的设备里外的检查了一遍。原来是这事，细心点无大错的。不检查不知道，主线路老化，线路上的绝缘体都已经烧化了，电工都吃了一惊，说这种情况十分容易引发火灾，如果不及时发现，火花一闪，我这庄园恐怕都得被烧得干干净净。居然这么严重？那顾总你得赶紧把线路给换了。当然得换了，设备停止运转，现在还在更新线路。老弟，你这是救了我的命啊！这酒庄就是我毕生心血，要真的毁了，我真从此就垮了。顾总，这就是你的福报，跟我没多大关系，事情能及时发现就好。顾静是个十分爱酒的人，他真是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投到这上面，否则以他的背景和关系，去走仕途肯定比现在走得远。老弟，你别叫我顾总了，显得生分，以后你就叫我老哥好了，我们平辈而交。那好，我托大叫你一声老哥。话说沈老弟，你是怎么想到买这么多酒的？据我所知，莫总也不做红酒生意啊，恰好就在龙卷风来的前几天，你弄了这么几吨红酒，都是撞大运了。跑船的船队老板遇到难处了，我本意是想着拉他一把，没想到歪打正着了。你这才叫福报，老弟。莫总最近是打算做生意了？对，莫总觉得打打杀杀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人还是要本本分分的做生意好。顾静的人脉广，消息也灵通，自己注册公司的事他稍微一打听就问出来了，所以这也并不奇怪。莫总的想法是对的，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对于一些治安混乱的地方进行严打。莫总这个人不错，很讲道义，但是政策可不管这些，如果不及时转型，未来恐怕会沾上麻烦。没错，顾总的想法很有前瞻性。哈哈，老弟，我做红酒生意也挺多年了，手里有点闲钱，如果你有好的投资项目，可一定要带上我。没问题，只要顾哥信得过我。两人正在喝茶聊天的时候，有个和沈川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过来了。姐夫，听说你又进了批优质红酒，我来看看。宋斌，你来的正好，给你介绍个朋友。介绍一下，这是沈川，城南莫总的小兄弟，比你大点。沈老弟，这是宋斌，我小舅子。你好，沈川。沈哥，我姐夫这几天经常提起你，说你帮了他大忙，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认识你一下，哈哈，没想到这么快就见了。客气，其实是顾总帮了我大忙。
沈川知道这都是客套话，但是眼前的这个宋斌，他总感觉有些眼熟啊，就是一时间有些想不起来。对了，姐夫，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药酒投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说那个参服药酒，你要觉得能投，那就投吧。但是小兵，你爸可是希望你走仕途的，你这不听他的，就喜欢折腾的做生意。姐夫，你也知道，我不是当官那块料，官场太复杂了，我就想做生意，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参服药酒，母公司的名字是不是叫巨鹿集团？注册的是养生保健品一类的。靠，这个宋斌不会就是上一世被坑惨的官二代吧？沈川顿时想起来了，上辈子这款酒吹得神乎其技的，原材料用了人参、鹿茸、茯苓等名贵药材。然而正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有人喝酒喝出了肾衰竭，肝功能永久受损。后来的记者也曝光这是工业酒精勾兑的，这哥们因为押宝了这款酒，以他市长公子的身份为这酒做背书，结果可想而知，他的投资赔个精光，就连他爸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政敌抓住机会给干下马。之后宋斌便销声匿迹了。不用想，结果很悲惨。没错，沈哥，你也听说过这家公司，这酒你可以尝尝，味道十分不错，而且里面的成分是纯天然的中成药物，原参都是长白山的野山参，喝一杯下肚，身体都暖烘烘的，而且晚上，嘿嘿，你也懂的。不，这酒我还是不喝了。什么养生酒，工业酒精勾兑出来的，里面添加的全是各种科技狠活。开玩笑，工业酒精啊，这真是要命啊！小兵，沈川对投资颇有心得，很有前瞻性，你正好可以问问他的意见。顾静心中一动，他去查过沈川，从坑鱼酒到买地，再到一把梭哈买红酒，沈川都似乎笃定这些能赚钱一般，不简单。问问他的意见肯定不错。沈哥，你觉得怎么样？宋斌，你对这款酒的了解是不是仅停在他们的介绍上？他们的经理我接触过几次，我觉得这酒可以投，但是长白山野山参这个原材料就是很好的噱头。那我问你，酒每年生产多少？里面有多少野山参的成分？每年生产大概50万瓶，一瓶酒是400毫升。他们的配料表上说山参含量为20%，也就是80毫升。80毫升，也就是接近2两，100克，50万瓶就5000万克，大概是5万公斤。我不说长白山的野山参一年产量多少了，哪怕是全国真正野山参的产量不过6公斤，所以他们里面真的添加有野山参吗？你是说这里面的人参可能是人工养殖的？这样，你姐夫是懂酒的人，你让他品鉴一下这个酒。沈川倒了一杯，送到顾静的跟前。顾静浅尝了一口，他的眉头皱了皱。酒香很浓，但以我的经验来看，绝对不是正常发酵的酒，是某种香精的味道。这个可能是生产方顾及大众品味，增加了什么吧？不对，酒精的味道也不对。姐夫，哪里不对啊？我说不上来。这样，我经常把酒化验送检，防止买到假酒。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在食品实验室的，我让人送去检测一下成分，半个小时以后就会有结果。好，姐夫，那就送检一下吧。顾静让人把送检，这边在等结果。沈哥，你是觉得这产品有问题？不是有问题，而是有大问题。因为单从这酒的颜色和气味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酒精勾兑，而且那股香味应该是某种化学产品。这种酒人喝了真的不会出事吗？如果真像沈老弟说的那样，那小兵你可得注意了。这些人找上你，就是利用你的身份为他们做背书，利用你市长公子的身份去营销、拉投资。如果真出了事，不管他们的法人是谁，首当其冲的就是你和你爸。你爸青年一辈子，现在已经到了快退的年纪了，这时候别给他惹上什么麻烦。等结果出来我看看吧。很快，送检的结果出来了，报告直接发送到顾静的邮箱里。姐夫，检查结果怎么样？这里面含有大量的甲醇成分。这是工业酒精，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这酒喝下去是要死人的，简直是丧尽天良。工业酒精兑水给人喝，这不是要人命吗？沈哥，真谢谢你了，不是你提醒，我真的就投这个项目了。我现在就向市场监督举报他们的酒卖得很好，必须马上追回来。我也动用一下关系，追溯一下这酒流向的渠道，这喝了会真的出人命的。两人连忙打了一通电话，忙活了大半天才算把事情安排好。沈哥，这人情我记住了，以后在天海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宋斌心有余悸，如果这酒他真投了，而且还是大股东，那他们肯定是要拿自己的身份去做背书的。真喝出来人命，自己父亲的仕途算走到头了，一把年纪晚节不保，他就真的是罪人了。不用客气，以后免不了有事要麻烦二位。人情嘛，有来有往，这两位的人脉极广，以后算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就好办了。沈川在地参酒庄待了一上午就离开了，刚到市里的他就接到了程刚的电话。沈总，双湖大道这边的出了点意外。出什么意外了？沈川皱眉，这块地很快就要规划为学区房，这个时候收购出意外了。对方听说是锦城要拿地，马上就抬高价格，本来我能7000万就拿下来的，但是对方现在要1.5个亿。对方是谁？他还真不知道这块地是属于谁所有的，只知道上一世这块地没有人买，原主人赚了个盆满钵满。对方叫陈涛，说是青龙商会的人。好，明白了，原来是老熟人啊，难怪要坐地起价。你告诉他，最多1个亿，他卖就卖，不卖拉倒。比这块地更好的选择我也不是没有。沈川说完就要把手机挂了，可是这时候电话另外一侧传来了一个咬牙切齿的声音：沈川，你有种就当面谈谈。这声音正是陈涛的。
本来都谈好价格签合同了，他却多嘴问了一句公司名字，这一问不打紧，居然是沈川。这混蛋把自己和姐夫两人坑的真的是够惨，所以他直接把价格翻倍，就是想逼沈川现身。行啊，当面谈，你到尊爵会来谈，敢来吗？敢来这块地我花2亿买都行，如果你不敢来，少他妈跟我废话。冷笑一声，他去当面跟陈涛谈，他又没疯。现在青龙商会上下估计都恨透了自己，他才不去冒这个险。沈川，你拿这块的干什么？管你毛事！我把地买过来种大蒜吃，你管得着吗？最多1个亿，你爱卖就卖，不爱卖继续捂着生仔。沈川说完不给陈涛任何反应，直接挂断了电话。能升值的地块多了去了，老子不是非买你那里，想坐地起价，想都别想，我又不是你爹，谁惯着你？陈涛一时摸不准目的是什么，毕竟这孙子不会无缘无故的买这块地，难不成这块地还能升值？不太可能，这里又是规划垃圾中转站，又是污水处理厂。这小子虽然阴谋诡计极多，但不得不承认他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万一这块的卖给了人，他转头赚钱了，岂不是要把姐夫给气死？陈总，你也听到了，沈总说了，这块地最多加到1亿，如果你不买，那只能下次合作了。你们买这块地到底是想干什么？开发吗？这是沈总的决策，我只管执行，具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开玩笑，规划9年制学区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透露给你？这可是商业机密，给你透底了，我还赚个毛的钱。你等我出去打个电话。陈涛扭头就给于九打了个电话，把这里的情况说了一遍。电话那头于九怔了半晌，才问：买那块地有什么目的？姐夫，这小子奸猾得很，他是肯定不会透露他的目的。要不我们再等等。于九也犹豫了，等他新会所的选地已经选好，就等资金到位直接开工装修了。这块地耗了他大几千万的资金，而且位置又不佳，现在卖地根本无人问津，错过了不要说是1亿，亏2000万出手怕是都够呛。一时间他也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了。姐夫，怎么办？再拖下去我怕对方反悔。没办法，卖了吧，看看这小子后续到底想干什么。行，我这就去签合同。于九被坑怕了，但他也确实缺钱。算了，1个亿也好，原本打算7000万卖掉，现在也是赚了点。不过沈川那小子买这块地到底是为了什么？也没听许区长说过那里会有什么发展。此时的沈川则是跑到了莫南家，又蹭了一顿饭。张琳已经知道沈川的口味，这次也是专挑他爱吃的做。小川，你尝尝这次的菜怎么样？我妈妈听说你要来，可是亲自去买的菜。谢谢大嫂，大嫂做的我都喜欢。可不喜欢吗？一桌子全是你爱吃的，简直是跟亲儿子一样。小川啊，那块地拿下来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大哥，我现在全权交给程刚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我们锦城只坐等收钱就行了。行，你嫂子和李李等会要去寺庙上香，我有点事不能陪他们去了。你要是有空就陪他们去一趟吧。我当然有空，我是说今天没什么事，这种在岳母和老婆面前刷脸的机会，我当然不能放过了。莫南有事，吃完饭后就走了。沈川准备送莫离和张琳去寺庙，可是刚上车就收到了蓝鸟的短信，无奈只得把新源寺的地址发给了对方。小川，前面有一家银行自助取款机，在那停一下，我去取点现金。好的，大嫂。沈川把车停到路边，张琳下车去取钱。莫离，你妈去取钱干什么？香火钱，她每月15都要去新源寺拜佛，顺便捐一笔香火钱。哦，阿姨真一心向善。沈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上一世这些事他真的没有注意到，沈川又是大嫂又是阿姨的，莫离不由得给了几个白眼。就在这时候 ，ATM 取款机那边传来了争吵声，沈川和莫离连忙下车。只见在银行自助取款机那里，一个老太太抓着张琳的手，嘶声喊道：“我就让你帮我取个钱，你把我银行卡上的钱全偷走了，这可是我的血汗钱啊！大家快来评评理呀！”这老太太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善茬，她这一嗓子顿时把周边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大家纷纷过来看热闹，对着这里指指点点。你看这女人穿的人模人样的，怎么干这种事情？是啊，连老太太的血汗钱都偷，人不可貌相，指不定她的钱就是这么赚来的。手，妈，你没事吧？没事，我来取钱，他就在边上站着，说他不会操作，让我帮忙取1000块钱，可是他的卡里根本没钱。明白了，没事，大嫂，我来处理。这老婆子明显是碰瓷的，看岳母穿的衣服昂贵，所以就盯上她了。老丈人还真的是爱自家岳母啊，把他们保护得太好了。这对母女好歹也是黑道大哥的老婆女儿，一个比一个心善。我家老头子还在医院等着这钱救命，你把我的钱偷得一分不剩，我可怎么办啊？行了，别装了，要多少钱你就直说吧。懒得和这种人一般见识，只要不过分，给他几个钱就算了，主要是不能影响岳母的心情。5000，我卡里有5000块钱，被这女人偷走了。5000，你还真敢要啊？你要不看看你自己的这条命值不值5000？05年的时候，大部分地区普通人的工资都上不了2000，这老婆子还真敢狮子大开口啊！你这人怎么说话呢？偷人家钱还有理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偷钱了？你看到了？
他一个老人家多可怜啊！老人怎么可能会说假话？你怎么又知道他没说假话？他是你妈？你那人还要说话，看见沈川凶狠的眼神，立马闭上了嘴，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给老子闭嘴！再咧咧连你一块打！那人识趣的闭嘴了。功德心在绝对的实力跟前瞬间一文不值。黑社会呀，谁还没几个黑社会儿子？随即3个光着膀子，整个膀子上都纹着纹身的男人走了过来。怎么了？儿子，他们偷我的钱，我卡里5000块钱没了。小川，要不算了，他们人多势众，你就一个人。大嫂没事，很快就解决。朋友，你们那条道上的。我大哥是南街的老黑，我大哥的大哥是在尊就会跟着豹哥看场子的。你说我混哪的？等等，你让我捋一捋，你大哥是南街老黑，老黑的大哥是跟着豹哥看场子的。这么算，你是南城莫老大的人啊？还算你有点见识，知道莫老大是什么人。那怎么办？都是自己人了，这种小杂鱼连大嫂都不认识，还敢强行和莫南扯上关系？谁跟你是自己人？我告诉你，没1万块钱，今天你们别想走。怎么又变1万了？大娘，您表情这么狠，年轻时候也出来混的，这些是你儿子？是啊，这3个都是我儿子。现在想求饶，告诉你，晚了，马上拿钱。行，我拿。突然，沈川猛一拳狠狠地砸向了大汉的面门。对于这种小混混，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揍他们，把他们骨头揍断。大汉也没想到沈川会突然攻击，他惨叫一声，面门飙血。张林和莫离默默地退后了几步。你居然敢打我，给我动手！3人一拥而上，沈川与他们混战起来。不一会，3人鼻青脸肿，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沈川夺过钢管，在为首男人惊恐的目光中高高举起，狠狠挥之，咔嚓，伴随着一声剧烈的惨叫，那家伙的一只手被弄断。钱还要不要了？我不要了。老婆子再也没有刚才的嚣张，她声音都哆嗦了。本来是想坑个大户，没想到招来的是个狠角色。我最讨厌你们这样的人，不讲道义。社会上好多人的善意和同情心，都是被你们这样的人给消磨干净的。你们顶头的是豹哥。喂，豹哥，我陪嫂子去寺庙上香，路上遇见4个碰瓷的，领头说他大哥的大哥是给你看场子。谁他娘的仗着我的是狐假虎威，碰瓷都碰到大嫂身上了。你们先走，我马上带人赶过去，好好收拾这一家4口。好，麻烦豹哥了，在这好好等着，豹哥马上就来。要是敢跑，你们自己也知道豹哥的手段。好了，嫂子，我们走吧，别耽误了时间。小川，你没事吧？没事，大嫂，他们看上去是惯犯了。要是今天敲诈的是普通老百姓，那老百姓应该就乖乖掏钱了。我们这次给了他们一个教训，以后他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来骗人了。那就好，今天还好有你跟着我们出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大嫂，你和黎黎去上香吧，我在附近溜达溜达，你们完事了再喊我。好。趁这对母女去上香的时候，沈川装作在寺里溜达，扭头到了寺院后门，一身便装的台文峰已经在这里等了。台局，我时间不多，以后我找时间联系你汇报。得了，我天天在等你的汇报，可是都快小半个月过去了，你一次也没联系我，看你的样子像是做贼一样，这才几天，你怎么就真像黑社会了？确实，现在的沈川一脸痞相，越来越有小混混的气质了。台局啊，你之前看中我的清白身份，让我做内应，不就是让我混黑社会的？怎么难不成你还让我一脸正气的打入他们的社团内部？行了，想想你父亲，他是那么正义的一个人，你可别真陷进去了。最近进展如何？最近成立了公司，买了一块地，然后成立了地产公司，申请了金融公司相关资质。这段时间，社团的效益长势喜人，布局房地产和金融行业更是公司未来趋势。停，你这是干什么？你在这跟我汇报业绩，合着把你安排到莫南身边，是让你给他发展公司去了？台局，你要的不是这些吗？废话，当然不是这些，我要的是莫南团伙犯罪证据。你给我的是什么？犯罪证据我一直在查，上次跟你说了，查的都是一些走私擦边的事情，根本定不了莫南的罪，而且他随便找人出来顶包，就什么事也没有。我知道台局你要的是能把莫南送进监狱一辈子的证据，但我没有啊，我才进社团几天，哪有那么快？我总感觉你在不务正业。台局，卧底可是个长线的活，无间道看过没有？那里的卧底一卧就是一辈子，我也没接受过专业训练，我这才半个多月，你是想让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来查证据吗？沈川假惺惺地擦了擦眼泪。当初我妈生病过世，我爸牺牲，他在执行任务前可是把我托付给你了。既然你急着要结果，那我回去拼死也要把莫南的犯罪证据给你找出来。行了，你够了，最重要的是安全，安全懂吗？看来我还是低估莫南了，这个人隐藏的实在是太深了。小川，结果跟你的安全比起来，不值一提，千万不要冒险，知道吗？知道了，台局，我会保证自己的安全的。
看来我演技还是不错的嘛，哈哈哈。话说台局，你为什么一定执着追查莫南呢？他在道上的名声挺好的，而且我了解过，也没做过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有些事你不明白，以后你会懂的。时间不早了，你回去吧，别引起对方怀疑。沈川点点头，转身离开。台文峰顿了片刻，也打算离开。刚到寺院里面，迎面就碰见了张林和莫离。张林看到了台文峰，身体一僵，站在当场一动也不动了，眼神死死地盯着台文峰。台文峰也没好到哪里去，他的神色愕然。双方就这么互看着，一动也不动了。妈，怎么了？莫离有些疑惑，顺着张林的目光看去，看到了台文峰。咦，这个人的身影有些熟悉啊，似乎是在哪见过。黎黎，你先去找小川，我看到个老朋友，聊几句。张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情绪。莫离轻轻地点点头，转身离开。好久不见，你变化真的是，你也一样。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挺好。张林，我们不一样，我丈夫是个精神小伙，伤天害理，无恶不作。你是衙役，一身正气且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我们以后再见面，就当做从没认识过吧。张林说完以后举步离开。台文峰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直至消失。一晃数天过去，双湖大道的临时售楼部已经搭建，楼盘取名为君悦府，名字大气。最近几天已经频繁登陆各大媒体广告上，只是售楼部的内部显得冷冷清清的。于九一直在注意着双湖大道这块地的动向，看着沈川买地以后进行高速周转开发的状态，他对此也是疑惑不解。姐夫，双湖大道的售楼部已经开售了，只是目前没有任何人去。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厂这些东西在这影响着，怎么可能有人买？但沈川搞这么大的阵仗，到底闹的是哪出？我看他就是最近赚了点钱，飘了，呵呵。3亿收购地产公司这操作就够骚了，结果还花1个亿从我们手里买了那块地，还这么快的开始开发。莫南也由着这小子胡来，这就很让人不理解。他就这么信任这小子？行吧，先不管他了，我们先把会所干起来，去问下开地产公司有什么手续，尽快开起来。姐夫，我已经打听过了，地产公司需要各种资质，很是麻烦，也难怪沈川要收购公司了。要不我们也看哪家公司有相关资质，直接收购了。行，反正尽快。就在这时候，陈涛的手机响了，他跑到一边接了一个电话，说了几句，他的脸色顿时就变了。怎么了？姐夫，刚得到消息。陈涛真不知道怎么说好，姐夫都40的人了，接二连三的受打击，身体会不会撑不住？什么消息？说这么吞吞吐吐的干什么？能不能痛快点？双湖大道所在的区被规划为康养新区，主打舒适宜居。沈川买我们的那块地属于新区的行政核心区域，原有的垃圾处理站和污水处理站都被取消了，而且还规划了一个9年制的学校，也是未来区政府的所在区域。现在沈川的售楼部已经被挤爆了，无数购房者拿着钱入场了。什么消息属实吗？属实，姐夫，消息昨晚就发布了，我们一直不知道。于九有些无力地瘫坐在了椅子上，他揪着头发，情绪肉眼可见地变得焦虑了起来。沈川这王八蛋，他肯定早就知道规划了，不然他也不可能花这么多钱把它从我们手里买过去。沈川，你这个王八蛋，我不会放过你的。有人欢喜有人愁，君悦府的售楼中心已经被挤爆了，即使是沈川也没有想到销售居然会如此火爆。规划的一期1300多户的户型，不到1天时间一售而空，当天回款13亿，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在账户上躺着。你小子可真行啊！除去地的成本，前期的宣传和挖的坑2个亿，再除去销售成本，我们账上还有10个亿可以动用，公司的现金流一下子就给撑满了。大哥，这还只是1期的投入，这块地很大，需要分3期来开发，2000户，还有3期工程的1000户，暂时先捂着不卖，等到合适的机会可以涨价入场。现在账上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接下来就多拍几块地储备。好啊，兄弟们都等着你去庆功呢，这一次你可是大功臣。川，你还真是老天爷给我派来的贵人。来，晚上我干了，你随意。尊爵会里，莫南在一个极大的包厢里给沈川开庆功宴，他拿着酒瓶子，一仰头就旋了进去。大哥，别这样，我酒量太差了。沈川哭丧着脸，大哥都喝了整整1瓶，他也只能拿起1瓶酒，开始往肚子里旋。10个亿1天，我这辈子都没想过做正经生意会这么赚钱。早点遇见你，那我还带兄弟们拼什么命啊？大哥，这简直比抢银行还赚钱，而且还是合法的。来，川，走一个，我干了你随意。豹哥，别！沈川连忙去拦，但是豹哥一仰头灌了1瓶，沈川快哭了。这些大老粗们喝酒一个比一个猛，简直就是拿车轮战对他。大哥们都干了，他总不敢托大浅尝吧？他只得拿起酒瓶，遥遥示意，求兄弟们别灌了，再灌的去医院了，我真不行了。怎么不行？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爷，川我赔1个。包厢里的人纷纷上前，沈川只得闭着眼睛，一杯又一杯的灌酒。没办法，谁让他是公司的红人，钱经过他手一进一出一倒腾，就像是从天上洒下来的一样。全场人都在兴奋中，更是一杯接一杯的给沈川灌着，直到他是真的扛不住了。
先别灌了，川是真的醉了。小沈，你扶他去办公室休息一下吧。呀，青蛇将沈川扶到办公室，一进办公室，沈川立马从醉醺醺的样子开始变得生龙活虎起来。此时莫南也躲了进来。我就知道你小子是装的，居然把我的招数用了。大哥，兄弟们一人接一瓶的来车轮战，我实在扛不住了，只能躲一躲了。臭小子，下次带着我。哎，人老了就是有点扛不住。想当初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千杯不醉。莫南说罢，从办公桌里拿出车钥匙和一套房子的钥匙递给沈川。大哥，你这是？你是公司的功臣，我不得表示。1辆奔驰，1套房，这是奖励你的。这有点太贵重了吧？哈哈哈！你为公司创造这么大的价值，这点东西算什么贵重？拿着吧，别让兄弟们觉得我小气。那就谢谢大哥了。沈川将东西收下，心里却叫苦不迭。也不是他故意推脱，而是这东西收下容易，要是让台局发现了，要是让他发现我名下莫名多了1辆奔驰和1套房子，肯定又要过来说我。不用客气，话说你小子不会是个厨吧？啊！沈川有些傻眼，暗叫不好。这都被看出来了，老丈人这话题跳的也太快了吧？这是想干什么？那个小蛇带沈川去乐呵乐呵，什么年代了，还没交过女朋友，说出去都丢人。好了，大哥，保证给川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别啊，大哥，这要是让莫离知道了还得了。别推辞，去吧，好好放松放松。青蛇也算是熟门熟路了，拖着沈川上了车，拿起手机就打算给沈川喊上门。蛇哥，你认真的啊？大哥的话听听也就算了，你别闹。川安，你知道的，我对大哥是十分忠诚的，大哥交代的事情我必须办好。别，这次可以稍微不听。你知道的，蛇哥，我跟莫离的关系正在迅速的上升期，这让他知道了还不批了我。你放心，我保证不会说出去。我跟小辉一样，守口如瓶。周小辉那混蛋你就别提了，这王八蛋扭头把人给卖了，你拿他来保证更不可信了。蛇哥，求你了，而且我今天打算约李李的，所以才半路逃了酒。真的？当然是真的，我还会骗你不成？沈川拿起手机装模装样的发了条消息给莫离，没想到莫离秒回，并且真的同意了约会。看来这次我得违背大哥的意愿了。蛇哥，把我送到前面路口就行，我去找莫离。青蛇将沈川放到路口，沈川一下车就揽上莫离肩膀，莫离脸红一瞬，下意识却被揽得更紧。你做什么？嘘，蛇哥车还没开走呢，我得做样子，委屈你了，大小姐。直到听到青蛇发出感情的声音，沈川才放开莫离。还好逃过一劫。你说什么？没什么，为了感谢你，我请你吃饭吧。不仅逃过一劫，还能有理由和老婆约饭，真是一箭双雕。这可是你说的，我想吃什么你都得陪我。一家新开的火锅店，莫离点了特辣锅，然后毛肚、鸭肠等点了一大堆。他本来就是无辣不欢，沈川一个不喜欢吃辣的，只得忍着抽搐的肠胃陪着他。你尝尝这个毛肚，特别脆，还有这个鸭掌也很好吃。正宗的川式火锅底味厚重，不需要太多蘸料，只需要一瓶芝麻油中和辣味就行。莫离吃得满嘴流油，还不停地给沈川夹菜。沈川嘴角抽搐，算了，自己放的话再难也得吃完。大小姐，你知道成都、重庆这些地方医院什么科全国最好吗？什么科？肛肠科。这一顿回去，我肠子都得拉出来。呸！吃东西呢，你恶心不？莫离捶了沈川一拳，然后他叫了份冰粉。给你叫的，你喜欢吃这个？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沈川的内心狠狠的一抽，有些愕然的抬起头，他不由得想起了上一世，每次吃火锅他受不了辣，莫离都会为他点上一碗冰粉，凉凉的冰粉能让他的肠胃好受不少。但这一世他和莫离认识不久，而且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他怎么知道自己吃火锅的时候要来碗冰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意识的点了一碗。一顿饭吃完，沈川送莫离回了家，两人的影子在月光下交汇。莫离往家走去，两人将要擦肩而过之时，沈川鬼使神差地拉住了他的手，温热的鲜活的手。怎么了吗？没事，我是想说睡个好觉。好，晚安啦。好，晚安。看着莫离离去的背影，上一世笼罩在沈川心中的阴霾正在逐渐褪去，抚平他伤痕的是现在生动活泼的莫离。现在老丈人已经开始接受新思想了，这是个好的开端。只要按现在这样走下去，上辈子的惨剧就不会发生，而我和莫离也来日方长。